苏姑娘，你的亲生父母找到了，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我们知州府的小姐。夫人心善，给你准备了一些盘缠，快点走人。从此以后，和我们知州府就没有任何瓜葛了。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他给过林府机会，既然他们不珍惜，那就算了。给你，拿着。夫人小姐，行行好，我3天没吃饭了，行行好，给口吃的吧。苏若锦弯下腰，捡起地上的2两碎银子，轻轻地放进了小乞丐的碗里。谢谢小姐，谢谢小姐，祝小姐长命百岁，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福寿绵延，寿比南山，福如东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起来吧。呸，装什么清高，坟钱不带回家，等着被你那穷酸父母赶出家吧。把门关上，都给我记住了，以后若他再来府上，一律给我赶出去，别惹大小姐不高兴。老爷夫人可好不容易才把大小姐给找回来的。是。小姐，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我其实已经要到半个馒头了，饿不到的。拿着吧，不过你要藏好，别让人看到了。对一个小乞丐来说，2两碎银可是笔巨款，被人看到，说不定连命都没了。3名男子互相交换了眼神，偷偷跟上了苏若锦。3、2、1，身后就传来3声闷哼和拖拽的声音，随后一切归于平静。安静的村道上只剩小姑娘一人的身影。将军，有刘小姐的消息了，有人曾在艳阳东郊十里村看到过小姐。什么？快备马！父亲，我们也去。苏家五子眼里都带上了激动与愧疚。苏家五子随便拎出一个，都是能让京城抖上一抖的人物所在。14年前的元宵节，五子带小妹出去赏灯，就把年仅1岁多的小妹给弄丢了。这些年，五子几乎跑遍了整个大楚国，甚至连大楚国周边的国家都打探过，都没有妹妹的任何消息。妹妹一日不找到，兄弟5人一日都放不下心结。我也去。哎呀，小锦儿，你这是被林家赶出来了？以前我就说林家是白眼狼，偏不听，还一直暗中帮林家那谁来着调理身体。看吧，被蛇咬了吧。3师傅，林老夫人和林家人不一样。切，在我看来啊，都是一个德行，也就是我们小锦儿心善。我的小锦儿回来了，在哪4个师傅中最怕的就是这个4师傅。前一秒安勺的声音却还在1里之外，下一秒就出现在了屋里。小锦儿，快，跟我进屋，听听为师新谱的曲子如何？哎呀，听什么曲子？锦儿被林家赶出来了，没心情听你的曲子。大哥，你去把林家人都给毒死算了，替锦儿出气。4师傅，他可不必。大师傅，明天摄政王在聚贤楼办问诊大会，能治好小世子者，诊金5000两黄金。怎么，你有兴趣啊？那可是5000两黄金，怎么也不能和钱过不去吗？听说小世子的病，太医院也诊治不出问题。太医院那群废物能有啥本事啊？我若是没猜错呀，摄政王可是冲着医生来的。你觉得别人会信你一个小姑娘是医生吗？爱信不信，反正能治好就行，何须这些虚头巴脑的名号？医生不过是他外出游历给人看病，不小心闯下的名号而已。能去就去吧，别丢了我的脸就行。大师傅，上次我治的毒，你研究出解药了吗？急什么？我就差一点就能做出解药了。你等着啊，我这就去做出来。10年了，来这个世界10年了，既然回不去了，他也就安心留下来了。去，离远点。今天聚贤楼不接待外客。我是来参加问诊大会的。小姑娘，想不到你小年纪就学会撒谎了，就你还想参加问诊大会？快走，一会儿冲撞了贵人，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估计是听到摄政王来了，想凭自己美貌攀上摄政王吧。哎，快走，别让我动手赶你啊！苏若锦也懒得再说什么，转身就要走。一辆豪华的马车停了下来。蔡神医，您来了，这边请。坊间有传言，蔡神医就是传说中的医圣，虽蔡凡舟并未亲口承认自己就是医圣，却让人称道高风亮节，不愿为虚民所累。他怎么这里？青儿，怎么了？师傅，没事。一会儿你跟我进去，见到摄政王可得好好表现，别失了礼仪。好的，师傅。摄政王萧彦初，大楚国的战神，年仅21岁就统领大楚国3军，协理国事，至今仍未娶亲，府里甚至连个侍妾都没有，就只有一个已是兄长誉王的孩子，从小得了怪病。这次的问诊大会就是为了替这个孩子治病。如果自己能入得了摄政王的眼，那小小的知州府又算得了什么呢？林婉清眸光流转，脸上泛起了一丝微红。苏若锦看着眼前这一幕，嗤笑一声就走了，自己主动来为小世子看病。
病，既然人家不待见自己，又何必自讨没趣？他苏若锦给人看病，从来都是看心情。再不出来，这鸭肉我可要吃完了。苏若锦起身，轻轻走到帘子前，一把拉开了帘子。突然，孩子双眼泛白，倒在地上抽搐起来。走了，这是被他吓到了。苏若锦拿起银针，银针入体，3分钟后收针，孩子缓缓睁开了眼睛。你别怕，姐姐不是坏人，孩子居然患有呆病。这个孩子脾胃异常虚弱，有此病症的人对吃的大都没什么胃口，吃食还需要非常精细，稍有不对，吃进去的东西都会吐出来。姐姐是大夫，姐姐给你治病好不好？孩子依然没有任何回应，只是任由苏若锦摆弄。孩子不知是因为舒服还是疲倦，整个人已经沉沉的睡去。又过了一盏茶的时间，苏若锦才拔下了孩子身上的银针，替他穿好了衣服。刚穿好衣服，孩子就醒了，自己坐了起来，没有了最初的惊恐，多了一丝好奇。饿了吧？来，喝碗粥。吃下了粥。真乖，可以告诉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吗？那以后我叫你小宝可好？这一次孩子有了反应，轻轻点了点头。那我现在送小宝回家好吗？小宝能告诉姐姐你家在哪儿吗？小宝摇了摇头，这孩子是记不起家在哪儿了吗？罢了罢了，暂时先带着他，晚点让暗格替他找到家人，不是什么难事儿。那你愿意跟姐姐回家吗？等姐姐找到你的家人，再把你送回去。小宝眼睛有些微亮，轻点了点头。李嬷嬷，还不快把手放开！张管家，是老奴先找到小主子的，这个小丫头想把小主子拐走，快点让人把她抓起来。主子可是放话了，谁先找到小主子，赏银5000两，他可不能把这功劳给让出去。这位姑娘，鄙人是府上的管家，多谢你照顾我家小主子，可否让我们把小主子给带回去啊？这是府上的一点心意，希望姑娘不要嫌弃。这个不知死活的丫头敢抢他的钱！哎呦，顾不上什么颜面了，捂着肚子冲进一旁的酒楼里找茅房去了。看起来小宝出身不简单啊。小宝，你认识他吗？小宝没回答。张管家，孩子似乎不愿和你回去。哎呦，我的小祖宗，你再不回去，少爷要把艳阳给掀了。乖，听话，我们一起回去，你该吃药了。小宝面无表情，似乎啥也没听见。这位姑娘，她确实是我家小主子，她腰间系着一块月牙形的白玉佩，上面有个义字，烦请姑娘查验一下。苏若锦之前已经见过小宝身上的玉佩，上面确实有个义字。小宝，和姐姐说，你认不认识他？看着苏若锦，轻轻点了点头。看到小宝点头，张管家也松了口气。要是刺激到了小主子，小主子是有可能发病的。王爷，需要我去打探一下这位姑娘吗？不用，他不能让大哥唯一的血脉再出任何差错。现在看到义儿和张管家在一起，萧燕初也放下心来。至于那个小姑娘，既然收下了张管家的银票，也算是两清了。叶儿，我来喂你。孩子依然没张嘴，只不过转动了一下头，直勾勾的盯半只棉花糖。这是那个小姑娘给义儿买的。叶儿想吃棉花糖？义儿轻轻点了点头。行，那叶儿把粥吃了，就让你吃棉花糖好吗？没一会儿，一小碗海参粥直接吃了个底朝天。今天这粥是谁煮的？禀王爷，就是从王府里带过来，一直伺候小主子饮食的厨师。厨师没变，怎么叶儿今天胃口这样好？赏。这是遇到什么好事值得王爷赏赐了？那边如何了？今天来的人就他们那点医术，别说是医圣，给医圣提鞋都不配。叶儿把粥喝完了，穆景山就上前一步给叶儿把脉。叶儿怎么了？奇怪，不应该呀，哪里出了问题？穆景山，你给我站住！直接被无视的萧燕初怒喝。王爷，没事，小世子好着呢，而且他的身体不知为何比之前好了很多。我这不在琢磨这是啥情况。对了，王爷，今天小世子有没有吃过什么奇怪的东西？他身体突然好转，我也有些看不懂。叶儿身体好转？若说叶儿今天吃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只有棉花糖。这种市井小摊上的食物怎么会出现在王府里？你找到医生了？这是医生做的棉花糖？穆景山脑洞大开。小孩子怕吃药，医生把药混在棉花糖里，小孩子自然不会抗拒。不愧是医生。萧燕初白了他一眼，懒得开口和傻子说话。穆景山正准备扯下块棉花糖亲自尝尝是啥味儿，就感觉有人拽住了他的衣摆，低头一看，正是小世子拉着他的衣摆，双眼怒视着他。一会儿会发火了。萧燕初也发现了一儿的异常，快步上前，一把抢过穆景山手里的棉花糖，递给了一儿。别动一儿的东西。一儿接过棉花糖，眼里的怒意消失，又慢慢走回了床铺，坐在床边，面无表情的吃起了
了棉花糖。王爷，这是啥情况？叶儿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哪来的棉花糖？你快告诉我！萧燕初的脑海里闪过了今天集市上的那位小姑娘。集市摊子随便买，随便买的棉花糖能治好小狮子的呆病，我这就去买来看看。去查查。是，王爷。要是叶儿喜欢这个小姑娘，萧燕初不介意把她带回京城，让她贴身照顾叶儿。小宝，怎么是你？你怎么来的？谁带你过来的？抬起头，苏若锦就看离小宝不远处容貌清俊的年轻男子正淡淡的看着他和小宝，这人不一般。小宝，你又偷跑出来了？小宝抬起头看着苏若锦，慢慢摇了摇头。那谁带你出来的？小宝缓缓转过头看向男子。苏大夫，鄙人江启安，是叶儿的小叔，谢谢你之前找到叶儿。两世为人，他见过的男子不在少数，但若以外貌气质而论，能与眼前男子相提并论的屈指可数。今天是苏大夫医馆开业，一点小小贺礼，不成敬意，还望苏大夫不要嫌弃。蓝墨果乃治疗肠胃疾病的良药，生长在深海之处，100年以上的才会泛微光。这东西的香味特别吸引鱼类喜欢，很多时候果子刚长出来就被海里的鱼吃了。能长到100年以上的实属罕见，稀有程度绝不亚于500年的火灵参。江公子，100年份的蓝墨果实在过于珍贵，这份厚礼我担不起，还请江公子收回。眼前这个小姑娘却能一眼就认出蓝墨果，看起来这苏大夫不像表面这样简单啊。苏大夫，蓝墨果是本鄙人偶然所得，它本就是药材，药材最大的功效就是治病救人。我不会医术，放在我手里也是暴殄天物，不如送给苏大夫，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功效。再说江某还有一事相求，苏大夫收下了蓝墨果，我才好开口。江公子但说无妨，若能做到，定不会推辞。苏大夫很是谨慎呢。医者自当谨慎再谨慎。既然如此，我所求之事，如若苏大夫答应了，就请收下这蓝墨果，如何？有话快说，有偏放。苏大夫，我想请你给叶儿看看病，他自小就不愿开口说话，从不与人交流，找了很多大夫诊治都没效果，不知可否请你替他看上一看。对了，诊金另算。收留小宝。江公子，我之前已经替小宝诊过脉，如果我没猜错，他之前是会说话的，是受到过什么刺激之后才不愿意开口说话，封闭自己，而且他脾胃比普通小孩虚弱很多，要想调整过来，至少得在我身边待上3个月，从饮食、汤药、药浴、针灸各方面调理，才能有所改善。至于内心的结，这个得靠他自己，或者他愿意相信亲近的人帮助调理，带他慢慢走出来。若是我愿意出高价，苏大夫能否暂时放下医馆的事，陪在叶儿身边，直到他的病痊愈？江公子，若是不能把小宝放在我身边治疗，那他的病我确实爱莫能助。小宝，姐姐之前答应要去看你，可最近姐姐有些忙，就食言了。姐姐给你道歉好吗？你和小叔回去，姐姐忙完这段时间就去看你，如何？萧秉义不说话，只是看着苏若锦，死死抱着他的手臂，摇着头，眼泪大滴大滴的落。既然这样，那我就把叶儿留在艳阳，3个月后我来接她回去。那这个蓝墨果还请苏大夫收下，就当部分诊金如何？这一次苏若锦没再拒绝，蓝墨果用来调理小宝的肠胃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就多谢江公子了，医馆还有事，小女就先过去了。胡青，主子，你留在艳阳，带着安一他们，负责暗中保护好小石子和苏大夫，不得有误。是，主子。小姐，这孩子是？这是小宝，要留在医馆治疗一段时间。小宝，苏姐姐有事要忙，你先跟我去后院休息好吗？后院还有个小哥哥，你可以和小哥哥一起玩。小宝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紧紧牵着苏若锦的手。算了，我带他去后院，你先招呼一下。是，小姐。这孩子也是可怜，你先去忙，把他交给我吧。小宝啊，你和奶奶在一起好不好啊？奶奶送你一把小木剑。走啊，弟弟，我带你玩剑。小宝眼珠转了转，看向小木剑，放开了苏若锦，走向林老夫人。苏若锦松了口气，还好小宝愿意接受林老夫人，否则一直要黏着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待苏若锦回到房里，小宝乖巧的睡在最里面，苏若锦笑笑也躺下了，刚准备入睡，苏若锦突然睁开眼睛。什么人？风影的声音响起，门外传来了打斗声，没一会儿就听到风影的闷哼声。放开我！苏姑娘大意，1万两白银，眼睛不眨就捐出去了。苏若锦听出来是江启安的声音，就见风影被江启安反手扭在身后，看到苏若锦出来，江启安放开了风影。深夜打扰，还望苏姑娘恕罪。实乃江某碰巧路过艳阳，时间紧，就想着来看一眼叶儿。小姐，他是谁啊？他好歹也是天一阁的护卫，在这个男子手上居然没走过20招。江公子这么晚来医馆后院，知道的是你想念小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登徒子上门，也不能怪我们出手。江启安嘴角轻勾，这是在骂他是登徒子了。江某路过艳阳，只有这点时间来看看叶儿。
叶儿，还望苏姑娘见谅。叶儿已经睡了，你确定要把她叫醒？小宝睡眠一直不是很好，最近才调理的好一些。江启安要是敢让他把小宝弄醒，他就敢把江启安打出医馆。既然叶儿已经睡了，那就算了，这是一点心意，谢谢苏姑娘辛苦照顾叶儿了。里面是一只红宝石双叠团花金簪，红宝石在这个朝代可是稀罕物，这只珠钗价值1000金。江公子，这里太过贵重，小女无福销售。要看叶儿，请明早过来。夜色已晚，如若没有其他什么事，还请江公子早点回去休息。风影送客。江公子，请吧。江启安没再说什么，看了眼紧闭的房门，身形一跃就走了。看到自家主子出来，一直隐在树上的胡青忙现身，强忍着笑意，堂堂大楚国战神就这样被赶了出来。小宝，看，这是小老虎灯笼，我一个，你一个。等天黑了，我们把灯点起来。喏，这是栗子糕，可好吃了。哦，对了，我还买了2个竹蜻蜓，我们一人一个。双手抱起了这些东西，眼里有了一些光。小宝弟弟，我带你去那边放竹蜻蜓好吗？小宝紧张地抬头看着苏若锦，一双大眼里有些害怕，又带着一丝期待。苏若锦蹲下身，小宝别怕，跟袁弘哥哥去玩，姐姐和林奶奶在这看着你们，不怕啊。袁弘开心地牵着小宝的手朝一旁走去。小宝，这竹蜻蜓很简单的，我们一会儿比谁飞得高。小宝这孩子终于能接受袁弘了，苏若锦也很高兴。小宝这样一个可爱的孩子，要是一辈子不能说话，那得多遗憾呢。哎，小锦啊，那儿有个丝线摊，我们去挑些丝线。这位老夫人，小姐，快来看看，我这可是上好的丝线，哎，刚从江南运过来，我敢说，整个艳阳再没比我这颜色齐全的丝线了。这丝线确实不错。小锦啊，来帮祖母挑一些。哎，您看看看看。就在两人挑着丝线时，救命啊！有人落水了！救命啊！苏若锦忙放下手里的丝线冲了过去，也有人已经跳下河里去救人了。河里有个10岁左右的孩子在水里挣扎着，苏若锦快步走了过去，把小宝抱到了怀里。小宝不怕，姐姐在。袁弘，发生什么了？我和小宝在玩竹蜻蜓，那个小孩跑过来抢我们的竹蜻蜓，还把小宝的灯笼给踩坏了。我出来阻止，他就来推我，推不动我就要去推小宝，我一急之下反推了他一把，他就掉河里了。这时掉到河里的小孩被捞了上来，因救得及时，没什么生命危险。我们走。既然是别人先欺负上来的，袁弘做的就没错，而且小宝也被吓到了，他想着快点带他们回医馆收拾一下。站住！怎么着？伤了我家少爷就想走？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你们是哪家？我们是艳阳赵家，知州大人是我家老爷的姐夫。去，让你这俩兔崽子过去，给我家少爷跪下磕头道歉。少爷什么时候说停才能停？还有，送上1000两白银到赵府去赔罪。要是我家少爷有个什么好胆，你家这俩小崽子都得给我家少爷赔命。出了这样的事儿，罗彪必须得找人担下这责任，否则他没法向赵家交代。让开！你说什么？别给脸不要脸！你对我做了什么？你居然敢对我用毒！正准备出手的胡青看到罗彪这样子，退了回去。王爷可是交代过他，不到万不得已不得现身，要是影响了苏大夫和小世子的正常生活，他们就别回王府了。哎呦，我的儿啊，梅儿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落水的啊？娘，我是被人推下水的。娘，你要替我做主，打死那2个小崽子。他不过就是一时觉得他们的灯笼竹蜻蜓好玩，想拿走玩玩而已。不就是一个破灯笼和竹蜻蜓吗？要在平时他还不稀罕呢。在艳阳，他赵宏威想要的东西哪有拿不到的道理？自己看得上那些破玩意儿是他们的荣幸。赵宏威压根儿就忘了是自己想推袁弘推不动，盛怒之下就想去推袁弘身边的那个小孩子下水的。大的推不动，难道他还推不动小的吗？没想到最后落水的是他自己。他赵宏威从出生到现在还没受过这种气呢。一定要让娘把这2个小崽子扔到河里，泡上2个时辰，不泡上1天1夜才行。什么人敢把我儿子推到水里？是谁？罗彪，到底是谁？你是怎么看护少爷的？夫人，是仁爱堂的苏若锦带着2个小崽子，那个苏若锦他还给我下毒，阻止我去救少爷，这才让少爷落水。夫人，这口气我一个小小护卫能忍，咱们少爷也不能白受这罪啊！罗彪故意把事件顺序混淆，把自己看护不力的罪责推到那个死丫头身上去。苏若锦姓苏，艳阳城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苏姓大户人家，这个苏若锦估计是什么小门小户出来的人。儿啊，娘这就把你接回去，你好好养病，
其他的事儿就交给娘，不会让你白白被人欺负的。苏若锦，你给我出来！这位夫人，如果你要看病，请那边排队。呸！你少咒我，让苏若锦出来。她敢伤我儿，就不要躲起来当缩头乌龟。今天啊，她要不给我儿跪下道歉，自己去河里泡上1天1夜，我就和她没完。苏若锦刚把小宝安抚好，哄睡了，就听到外面传来争吵声。风影，外面怎么回事？小姐，有位夫人找上门，说你伤了她儿子。苏若锦一听就明白了，是赵夫人找上门来了。明明是她家儿子欺负了袁弘和小宝，居然还敢找上门讨要说法。既然这样，那赵家就滚出艳阳城吧。风影，让暗蒙在艳阳的人以最快速度查清赵家所有的事情。是，小姐。听说你找我。苏若锦，你纵容弟弟把我儿子推下河里，他现在还在发着高烧呢。这事儿你不给我个交代，我们赵家不会放过你。赵夫人，你怎么不问问你儿子为什么会被我弟弟推下水？要不是他先踩坏我弟弟的灯笼，要抢他们的竹蜻蜓，甚至想把一个5岁的孩子推下河里，我弟弟又怎会出手？怎么只许你们赵家欺负人，就不许别人还手保护自己？上前准备围殴苏若锦的10来个护卫统统倒在地上，捂着肚子口吐白沫。你居然敢下毒！赵夫人，自古医毒是一家，你是不是忘了？我可是大夫。怎么别人都打到面前了，我还不能还手？对了，你现在把他们带去医馆还有的救，晚了可就不好说了。隐在暗处的胡青又默默地收回了进攻的手势，要不他还是和王爷说一声，让他们回去吧。苏姑娘这儿真不需要他们。刚才别说那些赵家护卫了，连他都没看清苏姑娘是怎么出手的，这些护卫就倒地了。苏若锦，你竟敢当街下毒，你给我等着！锦姐姐，对不起，是我给你添麻烦了。袁弘，我问你，如果你今天退让没出手，会是什么结果？他们会把我和小宝都推到河里。以你的身子落水许是没什么，可要是小宝落水，这么冷的天，有可能会要了他的命。你出手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弟弟，保护自己在意的人，何错之有？虽说我们应与人为善，可不代表别人都气到头上了，还要一味的退让。太过软弱，只会让坏人当道。有时候退一步换不来海阔天空，只能换来别人的得寸进尺。金姐姐，我懂了。所以你要更加努力练武，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想保护的人。你要记住，这世上永远都是弱肉强食，坏人永远不会被善良打动，只有拳头才能让他们懂得忌惮。我记住了，金姐姐，我这就去练武。小姐，你怎么不让我给那个赵夫人也下点毒？看他还敢不敢嚣张？别急，有些人让他失去最为在意的东西，比让他中毒还难受。赵家光天化日之下敢如此嚣张，背后又怎么可能没有做过什么肮脏之事？既然这样，不介意借此机会把赵家一锅端了。小宝，你现在已经是大孩子了，要不要试试自己吃饭？可小宝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眨着眼睛，似是不明白苏若锦在说什么。不急，小宝，我们慢慢来。小姐，外面来了好多官府的人，知画姐正在前面拦着他。苏若锦让耶罗照顾着小宝，自己去了医馆。这位姑娘，有人状告苏大夫下毒草菅人命，我们是奉知州大人之命前来带苏大夫前去过堂，烦请你通报一下。我们小姐何时草菅人命了？这是诬告，小姐不会跟你们走的。隐在树上的胡青只觉得这个小妮子勇气过人，果然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丫鬟。我和你们走。小姐，小姐要真跟过去了，艳阳百姓会怎么看她？也不知会传出什么谣言来，到时候影响了小姐的清誉可怎么办？见过钟大人、林大人。给苏大夫搬把椅子。大人，为何他还能坐呀？他堂堂赵家主母，知州大人的弟妹，堂上还要跪着。苏若锦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大夫，如何能坐？大楚国律法规定，秀才、大夫见4品及以下官员无需下跪。至于为何能坐着，青阳城雪灾，苏大夫捐赠上万两白银，此等大义之人，本官让他在公堂上一坐又何妨？赵夫人，若你也愿同苏大夫般给青阳城捐出万两白银，本官也会让你在公堂上有一座。苏若锦，赵孙氏状告你纵地行凶，把赵家公子赵宏威推入河里，意图淹死赵宏威。找你讨要说法，你却出手毒害赵家护卫，可有此事？未有此事。你胡说，你睁眼说瞎话。那天那么多人看着，你居然还敢撒谎。肃静！赵孙氏，你若是再敢咆哮公堂，杖责10大板，那究竟是何情况？苏若锦不紧不慢地把当天的情况说了一遍后，
请问大人，别人都气上头了，还不允许我等出手自保吗？若民女的弟弟不自保，被推下水的就是民女年仅5岁的幼弟。幼弟自小身体羸弱，掉下冰河等同于当场要了他的命。赵夫人带人打上门，若民女当时不还手，民女一介弱女子，哪敌得过10多个赵府护卫，岂还有命在此与赵夫人对簿公堂？赵孙氏，你说苏大夫故意伤你儿及护卫，可有证据啊？大人，民妇有证人，民妇家中的奴仆护卫全是证人，大人可宣他们作证。苏大夫，你这边可有证人？钟大人，赵夫人的证人全是他府里的人，证词是否可信？事发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场，民女相信其中一些人今天也在堂外，大人可问问是否有人愿替民女作证，若无，民女就没有证人，全凭大人决断。钟大人看向堂外，可有人愿替苏大夫作证？赵夫人心里暗自得意，在艳阳，谁敢得罪他们赵家，她倒要看看今天谁敢替这个小贱人作证。小民愿替苏大夫作证，当时确实是赵公子要抢苏大夫弟弟的玩具，还要把孩子推进水里，苏大夫的弟弟只不过是反抗一下，赵公子就自己掉进河里了。小民也作证，赵夫人带着护卫找上医馆，二话不说叫护卫打苏大夫，还要砸了仁爱堂，苏大夫这才出手相抗的。对，小民愿意作证。小民也在场，也愿作证。你们居然帮这个小贱人，你们就不怕我们赵家吗？你们都给我等着！大胆赵孙氏，居然敢在公堂之上威胁证人，给我掌嘴20！姐夫，你救救我呀！当着上峰的面，还是在公堂之上，林正山哪敢吱声啊，只得背过身去。20板子打完，赵夫人的脸已经肿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她怎么都没想到自己来告官，这苏若锦啥事儿没有，自己反而先被掌嘴20。大人，你让我做主啊！既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为苏若锦作证，钟离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赵孙氏状告苏若锦一案，事实清楚，本官现判苏若锦无罪。钟大人，民女要状告赵家欺行霸市，强抢民女，恶意陷害。苏大夫一个小女子敢告赵家，他就不怕赵家报复吗？苏若锦，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要是没有证据，这可是诬告，诬告的后果你承受不起。林家和赵家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钟大人马上就要调到京城，自己想升任知府，正是需要银两打点的时候。赵家要是倒了，谁还能给他提供银子打点各处？赵家背地里做的事，林正山就算没有直接参与，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钟大人呐，望您念在苏若锦年纪尚小，不懂公堂之事，他这是觉得受了赵孙氏的气，借此来泄愤呢，还望钟大人海涵，原谅他这一回呀。林大人，不知何时你可以替民女做主了？都把人家赶出府了，他总不能还以苏若锦父亲的身份替他做主吧？苏若锦，我是为你好，你别不知好歹。钟大人，这是赵家犯下的罪证，还请大人明鉴。师爷上前接过苏若锦的状纸，递给了钟大人。钟大人翻开状纸，仔细看了起来，越看他的脸色就越难看。去赵家把赵章文带过来。本来是想借此事惩治苏若锦的，怎么把自家老爷也给牵涉进来了？大人，请为小人做主啊！我儿现在还在发着高烧，昏迷不醒啊！大人。钟大人直接把状纸扔到了赵章文面前。赵章文，你对状纸所说之事是否承认？大人，这些都是诬告，不是真的，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去把状纸所述当事人都给本府带来。赵章文一屁股坐在地上，完了，他完了。苏若锦所提供的状纸可不是简简单单陈述事情，而是具体到时间、经手人是谁、涉及金额多少。而他的第10房、第11房小妾，他走在路上看中，查了查，只是附近村里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直接上门强抢了回来。他随便给小妾家里扔了3两银子当做补偿，让他们尽管去告官，反正官是自己的姐夫，谁怕谁？民不与官斗，两家人只得忍下了这口气。钟大人根据状纸上的内容随便问了几句，所有人立马都招了。人家知府大人啥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好瞒的？两房小妾的家人更是哭诉着让青天大老爷为他们做主。姐夫，你要救我呀，姐夫！赵章文，我虽是你姐夫，可是你做的这些事儿，桩桩件件都违反了大楚律法，我也帮不了你。钟大人，赵章文虽乃内子之弟，但也请大人秉公执法，属下绝无异议啊。姐夫，
我可是……赵章文，你就认罪画押吧，看在你姐的份上，我会替你照顾好红薇的。赵章文知道这一次自己姐夫也保不了他，他不把林正山牵扯出来，儿子还有姐姐照顾。赵章文低下了头，认命的在认罪书上画了押，抄家杖责30，流放北宁塔苦寒之地，家中小妾可自行回家。在老百姓跪地高喊青天大老爷的呼声中，艳阳赵家彻底没了。不可能，不可能！安萌送来的信息中还有一个爆料，他没有写在状纸中。缓缓起身，走到已经呆若木鸡的赵章文旁边，小声说了一句话。赵章文听后，脸色由白转青，猛地转头看向赵夫人：“老爷，你这是怎么了？”赵章文站起来，冲上前一脚狠狠踢在了赵夫人的胸口上，直接被踢飞了出去。赵章文，你疯了吗？孙丽娘，你个贱人，我要杀了你！赵章文还想上来踢人，被衙役拉住了。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赵夫人似是想到什么，眼里闪过一丝惊恐，擦了擦嘴角的血迹，低下了头。赵章文被带了下去，苏若锦朝钟大人行礼告退。小姐，太好了，没事了。对了，小姐，你和赵章文说了什么？赵章文被判处流放都没有这么激动，怎么小姐和他说了句话就发狂了？赵章文娶了这么多小妾，却始终只有赵红薇这么个儿子，是因为他本身就无法生育。赵红薇是孙丽娘和娘家表哥的孩子，我只不过把真相告诉他而已。一个男人被戴了这样一大顶绿帽，谁能接受？赵章文可是一直把赵红薇当自己亲生儿子在宠着，现在得知赵红薇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赵家可以说是因为这个孩子才走向覆灭，他哪儿还能忍？小姐，他这么容易就相信你啊？赵家已经完了，赵章文需要一个发泄口，我不过是给他一个理由罢了。而且有些事不说破不会觉得有什么，一旦说破了，仔细一想，他自然会有答案。孩子的长相总会像父母的，哪怕赵红薇长得更像孙丽娘，但依然会有几分孙丽娘表哥的影子。赵章文只要好好想想，就会知道苏若锦没有骗他。萧燕初看着手里胡青传回来的信，小世子一切安好，苏大夫把赵家给灭了。虽然赵家算不上什么大世家，但在艳阳也算排得上号的。苏若锦一个小丫头，居然能轻而易举的把赵家给弄没了。这小丫头，王爷，太后派人来说想小世子，让王爷带小世子入宫一见。去回太后，小世子身子不舒服，过段时间再进宫给他老人家请安。是，他发现了？应该没有，他不就经常一段时间让本王带叶儿进宫一趟？明明巴不得叶儿早点死，还要装出一副慈爱的模样。他不也一样巴不得本王早点死？也是啊，萧家血脉除了他儿子，也就只剩你和叶儿了。你们没了，他的儿子就能稳坐皇位了。太妃娘娘身体如何了？老样子，有穆景山看着，也没有恶化。没过几天就要过年了，依惯例你得带着叶儿去宫里请安，到时候你怎么办？把叶儿接回来吗？萧燕初手指在茶杯口摩挲，半晌没说话。小姐，江公子来了。江公子，江齐安，他是要来接小宝回家过年吗？小宝的治疗刚有起色，如果这时接回去，治疗效果会大打折扣。江公子，他好像瘦了点，是不是医馆太辛苦了？公子，公子。胡青见自家主子迟迟不说话，小声提醒道。萧燕初忙收敛心神。苏姑娘，好久不见，可还安好？要过年了，江某来看看叶儿。多谢江公子挂念，一切安好，里面请。叶儿，以往的叶儿，别人唤他，他不会有任何回应的；自己唤他，他最多抬起头看一眼，哪会像今天这样直接跑过来？叶儿这么快就好转了。萧燕初抱起小宝，谢谢苏姑娘。江公子客气了，我是大夫，你把小宝交到我手上，我自当全力救治。江公子这次也是路过艳阳？不是，我是专门来看叶儿的。萧燕初抬起茶杯喝了口茶，嘴里涌上一丝苦中带甜的独特味道。苏姑娘这茶很特别，似乎不是普通的茶。这是滇南的冬紫苏茶，清热解毒，预防风寒。江公子大老远赶过来，一路风雪，比较适合喝这个茶，只不过口感定是不如公子平常所喝之茶。如若公子喝不惯，也不必勉强。苏姑娘有心了。坐在萧燕初身边，苏若锦能闻到她身上一股似有若无的异香。这香味儿，快过年了，江公子这次是要把小宝带回去过年吗？小宝从小没了父母，按惯例每年过年都要去看望家里的其他长辈。萧燕初话音刚落，苏若锦就看到小宝的身子有些微僵，还往萧燕初身上靠了靠。所以小宝不喜欢江齐安所说的家里长辈。江公子，如若可以，能否让小宝留在艳阳过年？他的治疗如果中断，一切又要重新来过。小宝听到苏若锦的话，从坐榻上爬下来，走到苏若锦旁边坐下，靠在她的身上。
既然这样，只能麻烦苏姑娘了。我和小宝很投缘，我也很喜欢小宝，谈不上什么麻烦。苏小姐，辛苦你照顾我们家小主子，这是公子的一点心意，请笑纳。白银2000两，云锦5匹，100余种医馆常用药材各50斤，各类补品及一些过年常用的吃食，甚至是烟花爆竹，应有尽有。苏姑娘，上次江某送的发簪你未收下，这次这些只不过是些寻常用品，过年都能用上，希望你别再拒绝。再说这些东西也不完全是给你的，小宝在你这儿也是需要花销的。那就多谢江公子了。萧燕初微微一笑，心里不自觉松了口气。其实他本来准备的东西更多，可担心东西太多，苏若锦会拒绝。苏姑娘，我明天就要离开了，之前一直没机会好好逛逛艳阳，听说今晚艳阳有灯会，不知道苏姑娘可否带江某和小宝一起去逛逛？若江公子不嫌弃，我自当愿意带公子逛逛。小宝一听，立马爬下坐榻，牵好苏若锦的手，站立好，一副就要出发的样子。看把你急的，走，姐姐先带你去聚贤楼吃好吃的。哎，三位吃饭，大堂还是雅间？雅间。好嘞，客官里边请。你们运气可真好，今天人多，小店大堂都坐满，刚好雅间还有一间。小二，我要一个雅间。哎呦，蔡神医，林小姐，哎呦，实在抱歉，店里目前已经客满，最后一个雅间也被刚这位小姐给定了。晴儿，怎么了？师傅，您稍等一下。苏姑娘，我今天专门宴请恩师，不知可否把雅间让给我啊？我可以给你点钱当做谢礼。哦，不知林小姐愿意出多少钱呢？苏姑娘，只要你肯把雅间让给我，我给你10两银子。林小姐，我给你20两银子，你马上从我眼前消失，看到你影响我胃口，一会儿要吃不下饭了。苏若锦，你别给脸不要脸。当然，若是林小姐愿意再多出点钱，我也不是不可以考虑把雅间让给林小姐。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肯把雅间让给我？只要你开口，我也给得起。林小姐果然大气，这样吧，我也要的不多，只要1000两，我就把这个雅间让给林小姐，如何？苏若锦，你敢耍我？林小姐，这怎么叫耍你呢？是你自己说的，让我尽管出价，你给得起。我出价了，你又反悔，还反过来怪我，还有没有天理了？林小姐，只要你现在给我1000两白银，我立马走人，把雅间让给你，绝不食言。师傅，苏小姐，与人方便也是与己方便，太过咄咄逼人，小心给自己惹上祸事。就见站在苏若锦旁边的男子淡淡扫了他一眼，可就是这一眼让蔡凡舟觉得后脊生寒，生出一种想要跪倒臣服的感觉。眼前这个男子不好惹。苏姑娘，小宝就拜托你了，如有什么需要就告诉胡青，他会妥善安排好的。苏小姐，我就住在医馆隔壁的院里，有事请尽管吩咐。那就有劳了。人家不放心小宝，派个侍卫看着也很正常。我要年后才能来艳阳看望小宝了，一路保重。就在萧燕初转身的时候，苏若锦又闻到了那股若有似无的檀香夹杂兰花的馨香味儿。这些高门大户真是乱。江公子，苏姑娘还有何吩咐？如若可以，公子不妨换个香囊吧。萧燕初先是一愣，随后轻轻一笑。好，江某告辞，苏姑娘保重。说完，他转身上马，扬鞭而去，摄政王府。你还真把伊儿给留在燕阳了，你就不怕那人出手？他在没有确定伊儿呆病好之前是不会动手。我故意让他知道伊儿在一个小医馆，他反而会觉得我是病急乱投医。那伊儿的病到底有没有好一些？昨天我和伊儿去聚贤楼吃饭，晚上带他看了烟花，整个过程他都没有任何惊恐。你说他好没好一些？那何止是好一点，是好太多了。真是那个小姑娘治好的，她太厉害了。我现在就要去艳阳，我要去问问她如何治好伊儿呆病的。站住！王爷，大过年的我总能休息一会儿吧？我刚听钦天监监正说，明天开始京城会持续下雪，你能走得了？行吧，我留在王府，但我可要说好了，等天气转暖，太妃身体好一些，不畏冷了，我要去艳阳找那小姑娘讨教。等天气转暖时，伊儿在艳阳也满3个月了，按之前的约定该回京城了。到时候想个什么理由让她也一同来京城，来京城开个仁爱堂的分店，这个理由好像不错。沈月，去买个京城地段最好的铺子，适合开医馆。王爷，你要开医馆啊？让你去做就去做，别那么多废话。待萧燕初回房后，警察，那个艳阳大夫真是个小姑娘，多大年纪啊？长啥样啊？你要干嘛？我还能干嘛？不就好奇问问？快说快说。确实是个姑娘，年纪不大，刚及笄，长得嘛，在我看来比那什么凤溪郡主还要好看。凤溪郡主那可是京城第一美人，你居然说比凤溪郡主还好看，所以我懂了。你懂什么了？你倒是快说呀。所以我得回去了，饿了。沈玉挥挥手走了，留下穆景山一副想揍他
他又不敢揍的模样，主要是打不过。哪天拿你来试试我研究的新毒。萧燕初回到屋里，拿出腰间的香囊，仔细端详了起来。香囊是长公主所赠，是萧燕初在皇宫里唯一能信任的亲人。长公主若是想害他，当初又何必救他？更无需在他回京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替他打开城门。要说长公主想害他，萧燕初是不信的。可是苏若锦说的话，想了想，萧燕初还是取下香囊放入盒子里。是我。苏若锦手一抬，银针堪堪擦过黑鹰的头顶。你怎么在这儿？苏若锦忙过去搀扶起他，手搭在萧燕初的腰间，湿黏黏的感觉传到手上。苏若锦用尽全力把萧燕初搀扶到床上。萧燕初这是受了多重的伤啊！你这是怎么？苏若锦话还未说完，就发现萧燕初已经完全陷入了昏迷。他又替萧燕初把了把脉，刀伤、剑伤、噬心散，似乎还有另一种不知名的毒在他的体内。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不知名的毒压制住了噬心散的药性，才让萧燕初能撑到了医馆。苏若锦也不知道该说他运气好还是运气差了。这男人不是出身豪门世家吗？为何身上还有这样的伤痕？他到底曾经经历了什么？小姐，水烧好了，再多烧些热水。是。是心毒解了，可他体内的另一种毒似乎已经在他身体内很久，和他的身体机能莫名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平衡。若贸然去解毒，破坏了这种平衡，加上萧燕初现在伤势过重，说不定反而会要了他的小命。确定这种毒暂时不会要了萧燕初的性命，也就先不动了，一切等萧燕初的伤势好起来再说吧。小姐，药好了。坐在床旁，苏若锦慢慢的把药一点点喂给萧燕初，守着萧燕初靠在床头睡着了。屋外，知画，小姐屋里是谁啊？我也不知道，但这人肯定伤得很重。小姐不说的事儿，我们也别多嘴，一会儿警醒一些。好。里面是江公子，他受了很重的伤，这件事除了我们3人之外，别让其他人知晓。燕罗，你去照顾一下小宝。知画，去煎药，今天医馆就交给你们了。江公子还没醒，我得看着点儿。是，小姐。江启安，我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只能看你自己了。希望你能挺过来，小宝可还在等着你。小姐，胡青求见。知道了，带他来后院。苏姑娘，收到府上的飞鸽传书，主子受重伤失踪，胡青得去寻找公子，特来向苏姑娘辞行。看来胡青还不知道萧燕初就在医馆里，但他也不打算告诉胡青，他和胡青只能算得上是相识。现在萧燕初还在危险期，他不敢贸然把萧燕初交给别人，就让胡青去找吧。等萧燕初醒过来，要是他愿意，自会告诉胡青。路上小心。这样厉害的人能被伤得这样重，对方到底是谁？我这是得救了，是谁救了我？就看到一名女子趴在床边睡着了，果然是他。苏若锦猛然惊醒，看到萧燕初醒了，也是松了口气，危险期总算过了。醒了就没事了，我去给你倒杯水。谢。你伤还没好，先别说话了，这伤怎么着也得养上10天半个月的。对了，胡青找你去了，我没把你在医馆的事告诉他，需不需要我告诉他你在我这儿？不用，让他去找。胡青要是知道他伤成这样，还不得天天来医馆守着，碍眼。随你。是你给我换的衣服。是啊，你半夜3更闯到我房里，还伤得那样重，我不给你换衣服怎么救你？作为一名28世纪的大夫，对于病人，苏若锦根本没有什么男女大防的概念，更何况不还给他留了条血裤吗？萧燕初闻言不说话了，耳尖红到了耳朵根了，空气突然变得安静。你不会怪我脱了你的衣服吧？没有。那就好。大楚国虽然民风还算开放，但男女之间若是肌肤相亲，只能以身相许。他可是差不多约等于把萧燕初给看光了，总不能因为救了一个人，还得赔上自己一辈子吧？我是大夫，你是病人，我是为了救你才脱你的衣服。放心，这事我不会往外说的。听这语气，苏若锦是在嫌弃自己吗？好了，你就安心住着吧，我一会儿让风隐来给你换药。你放心，风隐是自己人，不会对外乱说的。谢谢你。他也知道以自己现在的情况，确实不适合让苏若锦一个姑娘家天天替他换药。小宝，你怎么来了？苏若锦忙快步走过去，抱起了小宝。小姐，刚医馆有事，我把小宝放在连老夫人房里，不知怎么跑回来了。苏若锦之前生怕小宝看到萧燕初受这样重的伤会吓到，小宝靠在苏若锦肩上无声哭着。小宝，没事没事，你小叔的伤已经被姐姐治好了，他很快就好了。燕儿，别担心，小叔没事。苏若锦把小宝抱到萧燕初身边放下，小宝伸手摸了摸萧燕初的手。燕儿，小叔没事，等小叔身体好了，带你去游湖。说好。小宝突然开口说出了这2个字，在场的3人全震惊了。萧燕初顾不得伤势，激动地看着小宝。
一儿，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一儿，你再讲一遍。小宝似是很努力，从喉咙里挤出了一个字：说。因许久没说过话，小宝说出来的声音就像是刚学说话的婴童。苏姑娘，一儿会说话了。一儿会说话了。小宝终于愿意开口了，只要迈出这一步，小宝的呆病痊愈不过就是时间问题，以后小宝就会是个健康的孩子。小姐，我来给江公子换药。好，有劳了，江公子，你先换药，我一会儿再来看你。苏若锦带着小宝离开了。江公子，你可知是什么人对你下这么狠的手？这次要不是小姐，你估计连命都没了。对方是谁还不清楚，我的命的确是苏姑娘救的。江公子，我不知道你什么来头，也不想知道。不过我们小姐一直都只想过安稳日子。就公子这伤来看，你的仇家并不简单。我希望你伤好，早日离开医馆，别给医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你们小姐的意思？谁的意思不重要，我不想因为不相干的人给小姐带来麻烦。想必江公子也不是一个恩将仇报之人。风影对他的敌意很重啊，大家都是男人。风影看向苏若锦的眼神，萧燕初哪有不懂的？不过有一点，风影没说错，他这次的仇家并不简单，他要一直留在医馆。对方要是知道他在这儿，说不定真会找上门来。风公子，待江某能下床行走，自会离开。如此甚好，风影自当尽心照顾好江公子，让你早日能起身。风影替萧燕初包扎好就离开了。伤口恢复的不错，再过几天就可以正常下地走路了。谢谢，是苏姑娘医术好，江某欠苏姑娘一条命。没什么欠不欠的，我是个大夫，总不能见死不救。来，把药喝了。萧燕初听话的接过药碗，一饮而尽。你可知是何人伤你？他们的穿着看着像是北立国的人，射中我的箭也是北立国独有的双头箭。所以是北立国的人伤的你。可这是艳阳，离北立和大楚边境108000里的，他们为何在这儿对你动手？他们虽然装扮的像北立国人，可出手的招式不像北立。所以是有人假扮北立国人对你动手。萧燕初，你到底什么来头？居然有人要处心积虑这样对你下手。萧燕初没说话，他在想该不该把自己的身份告诉苏若锦呢？知道他的身份后，苏若锦还会像现在这样把他当朋友吗？会不会因为他的身份给苏若锦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可既然苏若锦问了，萧燕初也不愿骗他。我是……你别和我说你是谁，我不想知道。我刚才只是随口感慨一下而已。你是病人，我是大夫，我们之间就这么简单。有时候人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我还年轻，还想多活几年。萧燕初沉默了，他难得愿意相信一个人，被对方拒绝了。苏若锦早就猜到萧燕初的身份不一般，但他始终没人按蒙去查。在大楚国，他是大夫，见到4品官员级以下不用跪拜，可是3品以上见面就得行跪拜礼。若萧燕初身份真的涉及朝廷，还能让人对他这样大动干戈，大概率不会小于3品官员。别的麻烦先不说，到时候自己每次见到他都得行跪拜礼。苏若锦可不想没事给自己找事儿，就现在这样最好。苏姑娘果然异于常人，他没有想过自己堂堂摄政王还有被人嫌弃的一天。看吧，姐姐没骗你，你小叔是不是可以自己走路了？一儿别担心，小叔已经好了。叔好。小宝现在还是只能简短说2个字，还没办法完整说出一句话。好啦，小叔也看完了，姐姐带你出去买糖吃。苏姑娘，我可否同你们一起去？江公子，身为病人就要有病人的自觉性，你这身子刚好了一些，出去吹个风，万一引起伤口感染怎么办？我劝你还是好好的待在屋里，别给我们添乱了。萧燕初沉默，苏若锦轻笑出声。江公子，风影说的也没错，你还是在屋里再休养一段时间吧，我们就先走了。小宝和小叔再见。小宝乖巧的抬起小手，冲萧燕初挥了挥，转身跟着苏若锦走了。萧燕初心下叹了口气，只得认命的回到床上躺下。小宝，这是小狗，小狗。小宝真棒，能说3个字了。走，姐姐再给你买个嚼嚼糖去。两人都没注意到，不远处有个人看着他们，随后隐去了身影。萧燕初已经可以在院子里走动了。当他第一天走出屋子时，暗一下巴都掉下来了。胡青四处寻找王爷，没想到自家王爷居然就在医馆里。啥叫灯下黑？这就叫灯下黑。说好的男女大防，男女授受不亲呢？自家王爷可是从不近女色的呀。老大带着几个兄弟到处找王爷，哪能想到王爷明明就在自己眼皮底下。我这就去通知老大回来。等等，咋了？你说王爷都在医馆这么长时间了，为何不联络我们？那还用说，肯定是王爷受伤动不了了。就算是王爷受伤，你觉得他想联系我们需要拖到这个时候？或许王爷是忘了。暗一白了他一眼。忘你个头啊！王爷显然不想我们插手这事，我们装作不知道就行了。王爷什么时候联系我们了再说。可老大还在把老大叫回来重要，还是我们多管闲事被王爷知道了重要？你自己选吧。把老大叫回来，怎么就成多管闲事了？不过听暗一的准没错，暗一可是他们这些暗卫中脑子最好使的一个。老大，别怪我们不讲义气，你要怪就怪王爷吧。看起来恢复的还不错，是苏大夫医术好。走吧，我给你把下脉。小姑娘有些微凉的手指搭在手腕上，萧燕初只觉得手腕有些发烫，从手腕烫到了心里。
实心散的毒已经解了，没什么大问题了，其他的外伤慢慢将养着恢复即可。江公子，你身上还有一种毒，你知道是什么毒吗？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苏姑娘，这毒是我从娘胎里就带出来的，至今没人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确实，这个毒世间少见，他也是上一世在古籍上看过类似的毒，但还不确定是否就是那种毒。这次你能压制实心散赶来医馆，多亏了你体内这个毒，它的毒性霸道，却刚好能压制实心散的毒性。只不过等它每月毒性发作时，会在之前的痛苦上再叠加实心散的痛。不知江公子这毒一般什么时候发作？每月18日子时发作。那不就是明天晚上？是不是你每次毒发，手腕上的黑线就会往上走一点？是的，穆景山说，要是这根黑线走到灵台，就是我的死期。还有多久时间？还有4年。还有时间？他就不信，以他的能力，4年还研制不出解药。行，明天晚上我看着你，尽量减少你发病的痛苦。我去准备一些草药，明天发作时我会取你的血验证一下，到底是何毒。他要回趟木安村，与大师傅研究一下这个毒。看着小姑娘离开的背影，萧燕初若有所思，或许他应该让苏若锦试试。暗二终于看到王爷熟悉的手势了。王爷终于想起他们了，老大终于不用再四处奔波了。摄政王府，胡青见过沈世子，是不是找到王爷了？是的，找到了。太好，太好了。人呢？人在哪儿？胡青的脸色有些难看，他没想到自己辛苦找了这么久的王爷，居然就在仁爱堂。王爷在艳阳仁爱堂。什么？王爷还在艳阳？你怎么不把他带回来？王爷是让我回来告诉你们，不用担心，这个月由苏大夫守着他。什么？王爷，这是胡闹啊！那个苏大夫纵然有些医术在身，可他根本不了解王爷所中之毒有多厉害，稍不注意会要了王爷的命啊！那怎么办啊？现在赶过去也来不及了呀！不管了，赶不过去也得赶。沈世子，斗胆求你把你那匹汗血宝马借我一用，我现在就赶去艳阳，说不定还有希望。走，现在就随我去取马。苏若锦回到木安村和大师傅一番研究后，越发肯定萧燕初所中之毒正是传说中的噬魂影，想着能不能用现代的医学技术破解这个毒。只可惜那时蓝星生态破坏严重，噬魂影配方里提到的东西都绝迹了，无法再复制这个毒药，最终只得放弃。不过苏若锦倒是记得如何调配检测噬魂影的配方，苏若锦根据记忆，师徒两人很快就调配出了检测药水，只要将萧燕初毒发时的血液滴入药水，药水由黄变蓝，就能确认是噬魂影。江公子，我现在要取你的血验毒。苏若锦用力挤出几滴血，滴到药水里，本是黄色透明的液体，在鲜红的血液滴入后，慢慢变成了蓝色。果然是噬魂影。噬魂影有个特性，中毒之人不会当场身亡，只是每月会承受火焰炙烤和极致冰寒相交的痛苦。在毒发的过程中，它会把人的痛苦感知放大数倍，而且无论你怎么做，人都不会陷入昏迷，只能硬生生的承受这种痛苦。意志力薄弱的人往往会受不了这种痛苦，而选择自我了断，哪怕能承受这种痛苦活下来，也会在毒发15年后腹内脏器慢慢腐烂而死去。可若是给孕妇下毒，则孕妇不会有事，反而是胎儿会吸收噬魂影的毒性。孩子出生后10岁前并不会毒发，10岁后每个月就要遭受毒发的痛苦，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毒发时的痛苦也会随之增长。这得是多恨一个人才会让他中这样的毒。接下来就是等待，等待毒性自行消散。这个月也算熬过去了，喝了他和大师傅配的药，虽解不了毒，但毒性也会消散的快一些。走水了，走水了！苏若锦就看到一支火箭射在了窗户上，火焰瞬间点燃了糊住窗户的纸。风影，你看着萧燕初，燕罗去照顾小宝，知画去看着老夫人和袁弘，见机行事。是，小姐。萧燕初呀，萧燕初，你到底什么来头？为了杀你，这些人如此兴师动众，都别出来，锁好门，有什么冲我来！臭娘们找死，保护苏姑娘！是。暗2、暗3、暗5、暗10都想往苏若锦那边冲，奈何全被黑衣人阻挡了去路。老夫人不用担心，小姐，您要是出去了呀，小姐反而要分心照顾您。知道知画说的没错，只得坐了下来，焦急地听着屋外的声音。萧燕初也听到了声音，可此时的她根本动不了一点，甚至连眼睛都无法睁开，只能焦急地等待与祈祷。苏若锦，你一定不能有事。这娘们会用毒，退后，快退后！用毒不能近身，那就远攻。却不想流箭刚射出，只见苏若锦随意一个转身就避开了。怎么没人告诉他们，这个小姑娘还会武功？来而不往非礼也。
看着场间的打斗，开口了：“哎，那谁直接替他下路？对对对，聪明。墙旁那个，你直接攻他左肩，他左肩有伤。哎，对了，哎，你们小心点，别踩到墙角那些草，那可是我才刚种下的。说了让你们别踩，偏不听。”很快，战斗结束了，还算懂配合。说完，他就要转身进屋看看萧燕初的情况，就听到身后闷哼声不断。一转头，就见所有被抓住的黑衣人全咬了持剑毒自尽了，居然全是死士，真是麻烦。要不是看在小宝的份上，真想把萧燕初扔出去，引来一堆人，害得他医馆明天还要找人来修缮。不行，得让江琪安陪。苏若锦推开房门后愣住了，扶起趴在离门口不远的萧燕初。他这是从床那边爬过来的。要知道，喝了压制噬魂影的药，毒性未退之前，全身是不能动弹的。萧燕初居然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下了床，还能爬到这儿，这人的意志力得有多强啊！萧燕初用力睁开了眼，看到苏若锦，你没事了就好。随后头一歪，晕过去了，耗光了所有体力所致的。所以萧燕初是因为担心他才爬到这儿的。苏若锦的心底像是有根羽毛轻轻掠过，不过很快被他无视了。两股气息被压制住了，想来你也没那么痛苦了，毒性退了就能醒过来。苏大夫，江公子如何了？请问公子是？苏大夫，在下穆景山，是江公子府里的府医，曾和苏大夫有过一面之缘，不知公子他现在可一切安好？他应该就是负责帮助萧燕初每月度过毒发的大夫，算着时间来找萧燕初的。穆公子不用担心，江公子没事，已经睡下了。你若要见他，还是等他醒来吧。看样子你也是一路奔波，我先让人安排你去休息。这话带穆公子去休息。是，小姐。穆公子这边请。王爷没事了。以往这个时辰，王爷正是毒发最为痛苦的时候，现在就睡了。景山，你怎么来了？见过王江公子，我放心不下，过来看看。有心了。江公子，穆公子，早啊。江公子感觉如何？多谢苏姑娘，一切都好。江公子，谢就不必了，一切都好就行。不过你看我这个院子，一晚上被糟蹋的不像样，还有人因此受了伤。这医馆修缮的钱，还有他们的治疗费，江公子怕是……苏若锦话还没说完，在场的两人自然都懂是啥意思。那是自然。昨晚多谢苏大夫出手相救，不知诊金是多少？江某一并让人送来。诊金就不用了，你之前送来的2000银两已经够了。至于修缮费、治疗费，你就给我300两吧，也差不多。过年时他让人送来的那2000两，那点钱哪够啊？不过苏若锦既然不要，他也不会强求。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有亏有欠，才能有来有往。他示意穆景山给钱，穆景山忙从怀里掏出3张银票递给苏若锦。2000了。说好了，抱起了伊儿。伊儿，小说好了，没事了。公子，小伊儿会说话了，伊儿会说话了，早就会说了。苏大夫，你是如何让伊儿说话的？能教教我吗？萧燕初看着穆景山拉着苏若锦的手，眼里闪过一丝冷意。穆景山，我已经没事，你现在可以回去了。穆景山不可置信地看向自家王爷。王爷，你有没有良心呐？我大晚上担心你赶过来，你现在就要让我回去？更何况他还要向苏若锦请教医术的，不回去，坚决不回去。公子，府里一切安好，我可不可以留下来？我想向苏大夫求教一些问题。1个月，我留1个月就回去了。萧燕初什么也没说，冷冷地看着穆景山。15、10天也行，7天、3天，我的公子啊，一天总行了吧？我明天就回去。明天我起来时不想在医馆看到你。穆景山感觉王爷生气了，而且是在生他的气。可他这才刚见到王爷，话都没说几句呢，到底是哪里惹到王爷了？苏大夫，穆某有个不情之请，不知你是否能教教我怎样治好呆病？还有昨天晚上江公子，你是如何让他这样安静的？自己贸然开口就问别人秘诀，显然是为难了苏若锦。苏大夫，实在抱歉，是穆某唐突了，或者穆某先行施套针法，请苏大夫。穆公子，你误会了，我只是在想如何在1天之内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你啊。这苏大夫都不带犹豫一下，说交就交的吗？这样吧，我把治疗伊儿用过的方子、针法还有吃食都写下来，以穆公子的能力，我相信你看一眼就懂了。江公子的病药方我可以写给你，至于施针，我先画一个施针图，告诉你施针步骤，随后我让风影拿个稻草人来，我给你做示范，你看如何？在他的理念里从来没有藏私一说，只要对方人品过关，一些针法药方知道的人越多，能救的人也就越多。好，真是太好了。苏大夫，没想到你真是人美心善的
典范呢。说完这话，他只觉得有一道冷芒射向他，转头又见自家王爷抱着小世子在不远处冷冷看着自己。不是吧？我啥也没说呀，只是夸了下苏大夫而已。王爷怎么又生气了？妙啊，妙啊，实在是妙！我怎么想不到这一点呢？待风影拿来稻草人，苏若锦做示范给他看。穆景山惊叹之余，更是生出了挫败感。方子他可以照着开，可苏若锦这施针手法，不练个10年8年的，根本就练不出来。压制王爷的毒，更是需要同时施18针，他现在根本做不到啊！做完示范，苏若锦收了针，大概就是这样。穆公子回去稍加练习，也可以做到的。承蒙苏大夫看得起，不过这针法，穆某自问一时半会儿是学不会的。多练总能做到。为了学习施针，上一世加这一世，他可是练了近40年的针法。对了，若是穆公子遇到人品过关之人，也可以将这套针法相授。穆某待天下学医者，谢过苏大夫。江公子，穆公子已经走了，小姐请你用完早饭后去医馆找他。好。不知江公子这次回去是否要带小宝一起走？现在已到了3个月之期，小宝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自己也做到了当初的承诺。萧燕初自是明白其中道理。多谢苏大夫这段时间对小宝的照顾，明天我就带小宝一起回去，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江公子你客气了，我是大夫，这本就是我的职责，更何况小宝与我投缘，我很喜欢他，照顾他谈不上辛苦。不知苏姑娘可有兴趣把仁爱堂搬到京城？只要苏姑娘愿意，医馆的事不用苏姑娘操心，你只管人来就行了。我习惯在艳阳，暂时没有离开的打算。萧燕初心里涌上一丝失望。明天我和小宝就要走了，江某之前答应小宝要带他去游湖，不知可否邀请苏姑娘今天一同去游湖？带他游湖也算是一场告别吧，下次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见了。好。看来江公子是想念家中娇妻了，毕竟在大楚国，以江公子的年纪和家世，正常来说早该集结成群了。不过有一说一，这江公子的古琴弹得真不错，和四师傅有的一比。也不知道四师傅遇到江公子会不会生出惺惺相惜之意啊。每一只都朝着叶儿的方向射来，苏若锦忙带着小宝躲进了船舱。这些人是冲着小宝来的。萧燕初抽出腰间的软剑，挥开射来的箭矢，保护王爷和世子。双方展开了厮杀。小宝别怕，有姐姐在，姐姐不会让人伤害到你。小宝从最开始的瑟瑟发抖，慢慢平静了下来。姐姐说过，他是男子汉，男子汉不能害怕。黑衣人虽然人数多，但也不是萧燕初和暗卫的对手。没一会儿，战斗就结束了。暗卫也抓住了3个活口，小心他们吞毒。二儿闻言，忙把3人的下巴给卸了，防止他们咬破藏在牙里的毒。带下去，好好审，务必给我审出幕后之人。是。江公子，今天这些人是冲着小宝来的。苏姑娘和我看法一致，那些人所用的兵器并无标识，现在还没审出结果。江公子，我不知道你和小宝的身份是什么，但现在你们已经被人盯上了，如果再继续待下去，我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情况。我想你现在就应该带着小宝离开艳阳。萧燕初既然能派出这么多护卫在暗中护着小宝，那小宝回到家里肯定会比待在医馆要安全得多。他们连续2次失败，伤亡惨重，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动手了。你们现在走最安全。萧燕初知道苏若锦说的没错，他本想再多留一晚，哪怕是1晚也好，可现在其实不用审，他也猜到是谁针对伊儿了。看来那人是知道伊儿身体开始康复了，有些坐不住了。回到京城，那人手再长也不敢对摄政王府动手，而且只有自己和伊儿离开，医馆才会恢复平静，苏若锦也才会安全。苏姑娘，那江某就先带伊儿走了。我让风影和你们一起去。风影和他们一起走啊？挺好。那就多谢苏姑娘了。你护送他们到京城，我会让暗盟的人在暗中护着你们，有需要你随时可以发信号让他们赶过来。可是小姐，我走了，医馆万一再出什么事怎么办？不会的，那些人是冲着江公子和小宝来的，他们走了，医馆自然没事，你放心吧。伊儿，我们该回家了。小宝一听，瞬间大颗大颗的泪水滴了下来。姐，萧燕初自是明白小宝的意思。伊儿，这是你秦姐姐送给你的礼物，她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本来萧燕初是不放心小宝这么小舞刀弄剑的，他身子弱，怕他伤到自己。可苏若锦却说过，小宝才多大，就有人要追杀他，你能护他一辈子吗？与其这样，不如让他现在开始学点武艺，至少被人杀到头上还能有一丝还手之力。也正是因为他身子弱，所以才需要练武强身健体。这也是秦姐姐给你的，是苏若锦专门为小宝画的剑术练习册。她对伊儿是真心的好啊。苏若锦何时对自己也能如对伊儿这般好啊？学字。伊儿是要学认字吗？小宝点点头，他想看懂
姐姐在画册上写的字是什么意思。皇叔请个师傅回来教叶儿写字可好？叶儿眼里闪过一丝犹豫，可随后又点点头。她学会写字了，还能给锦姐姐写信，这是之前袁弘哥哥告诉她的。好，等叶儿练好了，皇叔带你去找锦姐姐。回京路上平安无事，回到王府。是谁下的手？都是死尸，还没招。不过会对叶儿动手的，除了他，我也想不到别人了。叶儿都成这样了，他为何还不愿放过他？因为叶儿会说话了。什么？叶儿会说话了？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那你还要？估计还有1年时间。希望他们别犯傻。我想让你来做叶儿的开蒙先生。叶儿怕生，请别人来教他，怕他不适应。你和他多少熟悉一些。行，没问题，只要叶儿愿意学就好。那边你要如何做？这次不成，我怕他们还会对叶儿出手。萧燕初双手轻扣着桌面，不发一语。这次辛苦皇兄了。皇上有何事？皇兄，这是北丽不久前送来的国书，希望能与大楚联姻，换两国世代友好。皇上的意思呢？北丽此次送来和亲的姚兰公主，乃是北丽皇帝最为看重的妹妹，由此可见，北丽的确有议和的诚意，朕觉得可行。既然皇上都已经决定了，就按皇上的意思办吧。本王府里还有事，就先告退了。待萧燕初走出御书房后，萧晨义把手里的国书狠狠摔到了地上。总有一天，朕要拿回属于朕的一切，让他萧燕初知道谁才是大楚的真正皇帝。叶儿，给皇上太后请安。不怕，皇叔陪着你。叶儿听话的跪下来。皇上太后安。皇叔告诉他，锦姐姐喜欢勇敢的孩子，她今天来参加宴会，回去皇叔就会把这个事写信告诉锦姐姐。魏太后和萧晨义先是一脸震惊，随后马上转换为一副激动的表情。叶儿无需多礼，快快起来，都愣着干嘛？还不快扶小世子起来！叶儿被萧晨义这一吼吓得打了个哆嗦，忙站起来，紧紧抱住了萧燕初的大腿。退下！工人们就觉得后脊发凉，瞬间停住了脚步。这些工人居然敢不听他的话，到底谁才是这大楚国的皇上？魏太后见状，挥挥手让工人退下。叶儿来皇祖母这儿，让皇祖母好好看看你。谁料叶儿直接转过了头，根本不理他。皇叔说了，自己来参加宴席，只是请个安，之后谁也不用理。叶儿的病刚有起色，大夫还说需要一段时间就能完全康复了，暂时不宜与外人太过亲近。那可真是太好了，这话就等于说自己也是个外人。这萧燕初哪是来参加庆功宴的，根本就是来示威的。魏太后想在暗中杀了叶儿，她就偏要把叶儿带到大庭广众之下，让所有人都知道叶儿能恢复正常了。别人不知道，朝中很多老臣们可是知道，当初先皇很是看重誉王，多次暗示要把皇位传给誉王，只可惜誉王满门及其他皇子都没能在那场争斗中活下来，最后是藏在枯井里的魏嫔母子躲过一劫。萧燕初赶回来平息争斗后，找到了被人藏在王府水缸里早已昏迷的叶儿，等叶儿醒来就成了呆儿。当时的老臣们极力想让身为皇妻子的萧燕初继承王位，她继位可谓是众望所归，可萧燕初坚决不从，表明无意皇位。几位老臣和萧燕初共同商定，最终决定由萧晨义继承王位，萧燕初出任摄政王，待萧晨义年满18后方能亲政。据传先皇死前曾拼尽最后一口气留下遗诏，如果真有这份遗诏，他相信一定在萧燕初手里。如今萧燕初把叶儿带到大家面前，公开宣称叶儿的病能完全治好，也就等于告诉大家大楚江山还有一个继承人。这是萧燕初在警告他们，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叶儿能恢复正常，说这时叶儿出事，谁都会怀疑到他们身上。哼，好你个萧燕初，真是步步为营。不知三皇子此番费尽心思找本王来，所为何事？一国皇子贸然来到他国京城，可谓犯了大忌。这云齐国三皇子不但不避讳，反而直接大大方方的找上了萧燕初。哎呀，素来听闻摄政王不近女色，今日一见果真如此。我可是听说大楚最有名的风月楼云集了各国美女，摄政王居然一点都不怜香惜月，把人都赶走，辜负了一片美人心啊！既然三皇子没什么事，本王就不奉陪了。哎，王爷别心急嘛，坐下坐下，我找你自是有事。一旁的侍从递上一个雕花木盒，打开，盒里是一只通体雪白，连根须都白如雪的植物，散发着丝丝寒意。夺魂草。自从苏若锦说出能解失魂影之毒的药材后，萧燕初就专门研究了这些药材，除了鹤岩土，其他每种药材的样子都牢记于心，此时自然一眼就能认出夺魂草。不是说萧燕初在到处寻找夺魂草，怎么他看到夺魂草居然一点也不震惊？要知道夺魂草在金山绝迹了，自己手里这颗或是世上最后一株夺魂草了。三皇子有话不妨直说。王爷，我有一事相求，若你能助我，这颗夺魂草
就当做谢礼，如何？哎，不久前啊，本皇子的侧妃哭着来找我，说他的祖父赵光涛突然失踪了，求我帮他寻找祖父。我与侧妃感情深厚，他的祖父自当也是我的祖父，我不忍他如此难过，专程出来寻人。可是只查到赵光涛来到了大楚境内，线索就断了。既然是在大楚境内，我想摄政王找起来会比我方便得多。摄政王只需帮我找到赵光涛即可。就这样，就这样。想必此事对于王爷来说不是难事。为表诚意，夺魂草呢就先交于王爷，静候王爷佳音。告辞。王爷，这云齐国三皇子还真是个痴情种啊！为了个侧妃的祖父，不远千里来到大楚，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吧？那如果这个赵光涛是云齐国首富呢？皇室的人又能有多少痴情？除了演技，剩下的不过利益二字。那王爷，你要帮他找人吗？赵光涛在云齐国一直有着大善人之称。去年云齐国发水灾，是他拿出几10万两白银赈灾，才没让灾民流离失所。这样的，若真遇到什么事，本王帮帮也无妨。萧燕初刚走出雅间，就看到楼下有个熟悉的身影，加快脚步追了上去。哎，公子，你等等我。看样子明天应该能醒过来。云姐姐那边怎么说？天一阁与暗盟很多时候是互通的，叶罗自是知道云娘的身份。当初小姐把云娘从河里救起来，云娘为了报答小姐，暗盟成立后主动要求打理风月楼。毕竟这世上没有哪里能比青楼更容易打探到消息了。云娘说最近有辆马车进了定国府的庄子，她怀疑马车里就是祖母，我已经让她去查了，明天应该就会有消息了。小姐，不如让我现在就去探一下庄子。那可是定国公府的庄子，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万一打草惊蛇，想要再找到祖母就更难了。这件事先交给云娘去办。那小姐，我们现在怎么办啊？就这样干等着吗？先睡一觉，明天就会有消息了。翌日，可是有消息了。小姐，云姐姐那边还没消息，是江公子求见。江公子，江齐安，他怎么知道我来京城了？璎珞摇摇头，他也不知道。苏姑娘，请坐，茶马上就好。不过喝茶前，苏姑娘先吃点点心，以免空腹醉茶。这是月季的杏子符，京城怎么会有月季的杏子符？在艳阳看苏姑娘喜欢吃月季的杏子符，江某想着味道定是不错的，也买了些带回京城。有眼光，月季的杏子符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杏子符，没有之一。萧燕初嘴角更加上扬了，站在一旁的胡青偷偷翻了个白眼，明明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让人从艳阳带一些月季的杏子符回来，不吃就这样放着，别人不知道，他还不知道吗？王爷根本就是怕苏姑娘哪天来京城，想吃月季的杏子符，找不到地方买，这不，现在果然派上用场了。江公子怎么会知道我来京城了？昨天胡青出来逛街，无意中看到了苏姑娘。哦，那他当时为何没和我打招呼？因为胡青去的地方不便与苏姑娘打招呼。苏若锦看了胡青一眼，眼里一副了然。昨天自己去的是风月楼，只是换了男装，并未易容。胡青要是刚好也去了风月楼，认出自己不足为奇。阎罗也明白了，在艳阳看着规规矩矩的人，一回到京城就原形毕露了。胡青在一旁欲哭无泪。王爷，不带这样坑人的。所以你就找到客栈了？江公子这消息还真灵通啊。苏姑娘难得来趟京城，我自当尽地主之谊。不知苏姑娘此次前来是探亲还是访友，亦或是游玩？若是游玩，江某最近刚好有时间，可以带苏姑娘好好逛逛京城。寻人？寻谁？我祖母。林老夫人怎么了？她失踪了，应该是被人绑来京城了。以她在京城的人脉，说不定能派上用场。胡青，去查。是。别急，再等等，或许一会儿就有消息了。这时风影进来了。小姐。风影欲言又止。没事，都是自己人，你直说。萧燕初听到这句都是自己人，嘴角笑意更大了些。原来是自己人了呀。翠云别院昨天确实送进去了一个人，但被关在哪里没查到。你查到翠云别院了？翠云别院昨天进了一辆奇怪的马车，有没有查到是什么人？传来的消息，那人被带入别院时头上戴着布袋，看不清模样，但根据穿着应该是一位年纪稍长的妇人。苏若锦越发肯定祖母就被关在了翠云别院，这事很是蹊跷。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特别的，那就是苏若锦盯上了萧燕初。萧燕初被苏若锦看得有些发毛了。苏姑娘，若你信得过江某，不如把这事儿交给江某来办。只要林老夫人在翠云别院里，我一定会把她救出来，你看如何？江公子，你何时能救回我的祖母？2天时间即可。江公子，对方可是定国公当今太后的哥哥，你确定2天就能救回祖母？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不知江公子打算如何做？苏姑娘，你且相信江某，我说到做到，最多明天晚上就能把林老夫人救出来，你只需安心在客栈等我的消息即可。江公子，既然是我的祖母，我做不到傻傻在客栈等着，不管你有什么计划，我必须参与其中，否则也无需麻烦江公子。
子了。苏姑娘，虽然只是定国府的一个庄子，可里面也不是随意进入的。要不江公子，你若不同意，我的祖母我自会想办法救出来，就不劳江公子费心了，先告辞了。苏姑娘，请留步。这小丫头脾气够倔的，真是拿她没办法。苏姑娘，请坐，我们商量一下。翠云别院的管事周仁江有个特殊癖好，喜欢玩虐少女。不过这个周仁江几乎不出庄子，我打算找人混进去，通过这个周仁江找到林老夫人的下落。这个周仁江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周仁江管着庄子，未得定国公允许不得外出，他就派出心腹去周围的村子寻找年龄在8到16岁的漂亮姑娘。这些姑娘最后无一人存活。他如此草菅人命，没人管吗？可才说出来，他就反应过来自己等于说了废话。在这样的朝代，普通百姓的命还不如权贵世家的一条狗值钱，谁敢去告定国公？周仁江不过就是一个庄子的管事，为何会被限制不得外出？翠云别院一直很是神秘，有传闻里面有许多密道地牢，可具体情况无人知晓。好，那我就去探探这个翠云别院。行，那明天我找人扮作农家女，想办法让庄子上的人发现，我们跟在他身后就好。不，由我扮农家女。不行，江公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用担心，我完全有能力自保。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可以分头行动。那说好了，一旦有危险，你就要发信号。这次苏若锦倒是马上同意了，而她并没有告诉萧燕初自己坚持扮农家女的真正原因。周管家是吧？我劝你别想着跑，你中的毒，整个大楚除了我，无人能解。若不想死，就乖乖听话，说不定我心情一好，就给你解了毒。周仁江连连点头。好，我现在问一句，是你就点头，否就摇头。若答得好，我可以考虑先让你能说话，如何？周仁江又是一阵猛点头。暗室里的姑娘全是你抓来的。他是怎么知道暗室的？你不回答也行，等你手臂上的毒完全变成黑色，也就是你的死期。你现在是不是开始感觉到胸闷，有些喘不过气来？我再问一遍，暗室里的姑娘是不是你抓来的？这次周仁江毫不犹豫地点起了头。她们都是你杀的。周仁江继续点头。前2天庄子上是不是抓来了一位老太太？周仁江眼里出现了闪躲，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不再有所表示。哼，看不出来你还挺护主的，就是不知道你的主子知道你为他而死，会不会感动几分？你只有半盏茶的时间了。周仁江身子开始颤抖，看着越来越黑的手臂，最后还是抬起头点了点。人现在还在庄子里吗？有了前面的开头，周仁江也就没再犹豫的点了点头。我现在让你能说话，你告诉我他在哪儿？要敢耍花招，就看看是你动作快还是我动作快。苏若锦往他嘴里塞了药丸，周仁江吞下后试着一下，发现自己真的能说话了。他想喊人又不敢。你究竟是谁？我是谁不重要，你只要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抓他，现在他关在哪儿？相信你们把他抓过来，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杀了他。我既然能进到庄子里，你说不说我都会有办法找到老太太，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我刚给你吞下的是百毒散，最开始你会身子发痒，随后会感觉到如同有无数虫蚁在撕咬，最后五脏六腑会慢慢腐烂而死。你要愿意尝尝这滋味，我是没所谓。对了，这百毒散里除了毒药还有补药的成分，可保证你5天即使不吃不喝也不会死，可以慢慢享受各种滋味。你说了还有机会活下去，不说现在就死，自己选吧。我说，老太太关在别院假山下的密室里，上面交代不得动她。老太太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得到了想要的东西。苏若锦起身就要往外走。姑娘，我的毒！你不说我都给忘了，你吃了这药丸，手臂的毒就解了。心下不由松了口气，眼珠一转，正准备开口喊人，结果发现自己又不能说话了。这一次不仅不能说话，连身体都完全动不了。祖母，你是谁？来人！萧燕初眼疾手快，一个石头打出，直接把人打晕了。他带的是我祖母的簪子，可祖母不在这儿，祖母在哪儿？阿金别急，我们再找找，说不定还有其他密室，林老夫人不会有事的。苏若锦急着找人，根本没注意到萧燕初的称呼已经变了。对，再找找，祖母一定在这儿。一位老妇人正在药草架上翻找着什么。祖母，终于找到你了。小姐，你怎么来了？快走，快离开这儿，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祖母，我们走。小姐，你快走，祖母走不了。这时苏若锦才发现林老夫人身上不对劲的地方。祖母，你的腿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把我掳来，等我醒来后，双腿就不能动了，只能坐在这木轮椅上。他们还派了个老妇照顾我的起居。苏若锦忙替林老夫人诊了诊脉，又检查了她的双腿。祖母，没事，他们只是用银针封住了你腿部的穴位，出去之后我定能替你解开。祖母，我背你出去。我来，林老夫人得罪了。
回到客栈，祖母，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天我想着给你买点月季的杏子佛，回来的路上突然就被人打晕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醒来就在这间房间里，腿脚也无法行动。外面那个嬷嬷一是照顾我，二是监视我。那为何你的屋里会有药草架？他们要我配出什么辅心丸的解药，可我连辅心丸是啥都不知道，哪会配什么解药啊？不过我说需要草药研究才行，每天说几种，他们就给我送来不同的草药。制作辅心丸的药材稀有难寻，做出一颗的成本较高，对方为什么要让祖母制作这种冷门毒药的解药呢？祖母，他们有没有逼迫你马上做出解药？没有，感觉他们也不着急，我要什么就送什么药材来。苏若锦有些明白了，这些人看样子是在测试祖母的医术，再联想到之前摄政王到艳阳找医圣的传言，恐怕对方是把祖母认成医圣了。王爷，我不喜欢见人就要跪，所以以后我们还是别见面了，有事你让侍卫通传一声就好。来到这个世上，除了祖母、萧爷爷、师傅这些长辈外，我还没跪过其他人呢，真是烦死了。治个病还治出个大麻烦来，万恶的皇权社会。苏若锦为了不下跪，拒绝与自己见面。萧燕初有些无奈，阿姐，你无需跪我，现在以后都不用。立马站直了身子，拍了拍衣裙上并不存在的灰尘。那就多谢王爷了。那以后我们是否可以经常见面了？只要不用见面就跪，有事自然可以见了。王爷呀，王爷，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或许王府马上就会有王妃了，一会儿记得告诉阿姨他们，可千万别得罪未来王妃啊。阿姐，你如果不愿见人下跪，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让你在整个九州大陆都无需跪任何人。什么方法？加入摄政王府，成为摄政王妃。看着苏若锦震惊的反应，萧燕初有些不好意思的咳了一声。那个，我这不是命不久矣了吗？你嫁给我，名义上是摄政王妃，自无需向人下跪，哪怕是当今圣上、太后。婚后我不会干涉你的自由，你想做什么都可以。等我离世后，府里的一切全都归你。到时我会写一份放弃书，我死后你婚嫁自由，如何？在大楚国，女子收到放弃书，地位等同于未出嫁女子，可自由婚配，不会受歧视。这好像也不是不可以。等等，苏若锦甩了甩头，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啊？成为摄政王妃，你还可以……停，王爷，你的病我会想办法治好，有我在，你一定会长命百岁。我也没想过嫁人，什么相夫教子的，多累啊！我一个人挺好的，等事情处理好后，我就和祖母回艳阳，见不到你们这些权贵世家，自然就不用下跪了。萧燕初心下有些失落，苏若锦怎么就不上当呢？阿锦，你懂阵法？略懂一些。若我没猜错，这次祖母被抓，怕是对方误以为是他治好了小宝的呆病，看来对方是不想让小宝恢复正常。没错。王爷，天快亮了，我得回去睡一会儿。我乃一介平民，皇家的事我不想被牵扯进去，之后的事就交给你了。不过他们越不想让小宝恢复正常，我偏要让小宝尽快康复。在小宝未完全恢复正常前，我就暂时不回艳阳了。阿姐，不如就住到王府里，也方便照顾叶儿。行，那你给我准备一个房间，我明天就搬过去。好。萧燕初看着苏若锦打着哈欠离开的背影，唇角的弧度弯得更大了。王爷，你看你都笑成啥样了？纵然一代战神，也难逃美人关呢。属下奉王爷之命来请苏姑娘入住王府，这3位是前来协助姑娘收拾行李的。若姑娘还有什么需要的，让尚嬷嬷带姑娘去各大店铺进行采买，一切开销记在摄政王府账下即可。胡青，我这边临时出了点状况，暂时去不了王府了，烦请你通报王爷一声，待我处理完事情再去王府。现在苏姑娘说自己暂时不去王府，一会儿王爷下朝回府没看到苏姑娘，胡青都不敢想象王爷脸上会是什么表情。苏姑娘，要不你先处理事，我今天晚点再来接你。只要今天能让苏姑娘住进王府，想必王爷也会高兴的。最近几天确实不行，你告诉你家王爷，我把事情处理完自会去王府的，他也无需给我安排太多人，我有燕罗就够了，人多了我反而不自在。可胡青绞尽脑汁找理由说服苏若锦到王府。小世子知道你今天要去王府，一直在等着。苏姑娘若是没去，想必世子会伤心难过，不如苏姑娘先去府上见世子一面，如何？小世子还不知道此事，不过只要苏姑娘能去一趟王府，她就不会被王爷罚去守边境了。倒不是她吃不了守边境的苦，而是这么些年了，第一次见到王爷这棵铁树开花，胡青可舍不得错过这场好戏，否则他要抱憾终身了。小世子，你别怪我啊，我这也是为了能让你早点见到你的锦姐姐。他交代了燕罗一声，就跟着胡青去了王府。姐，一把抱住了他的双腿。苏若锦发现之前好不容易养胖的小宝变瘦了，这王府吃的难道还没有艳阳好吗？小宝有没有想姐姐呀？想姐姐。小宝真乖。小宝，过几天姐姐来王
王府陪你好不好？啊，姐姐陪小宝。苏若锦轻轻搭上了小宝的脉。怎么回事？小宝之前明明已经调理好的肠胃，怎么突然又变差了？不过还好，不是特别严重，晚几天再来调理也没问题。小宝，姐姐这几天还有些事没处理好，还得耽搁几天才能进府。你在府里乖乖等姐姐可好？好，小宝等姐姐。一儿，你锦姐姐累了，来皇叔这儿。殊不知小宝根本就不动，反而转头搂紧了苏若锦的脖子。见状，萧燕初眉头皱得更紧了。这小子身子好点就开始皮了。王爷无事，好久不见，我也很是想念小宝，抱一会儿也没事的。听到这话，萧燕初的眉头才舒展开来。听胡静说你要晚几天搬来王府。是的，祖母那边出了点事，我想等处理好后再过来。可需要我帮忙？暂时不用，若有需要时，我定会知会王爷。行，阿锦如有需要，随时来找我。银霜见过安平世子，吓了小宝一跳。锦姐姐说了，谁敢吓她，她就用小剑教训那人，一把夺下小宝的剑。哎呀，我的好世子呀，人家凤溪郡主是好心来看你，你怎么能对她动手呢？世子，你要是不听话，就见不到你的锦姐姐了。小宝一听这话，眼眶就红了，不再有任何动作。李嬷嬷以前就经常和她说，不好好吃饭，就再也见不到父王和母妃了。她也控制不住自己，一吃饭就吐，果然再也没见过父王和母妃了。现在李嬷嬷说她不听话，就见不到锦姐姐，小宝不敢再乱动了。看到小世子如此听自己的话，李嬷嬷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她还拿不下一个孩子吗？哎呀，郡主啊，老奴替世子向你赔罪，世子这剑没开刃，伤不到人的。哼，这个没爹没娘的死孩子，要不是看在燕初哥哥的面子上，谁愿意搭理他？世子，我是你银霜姐姐，我给你带了礼物，你看着喜不喜欢？小宝像是没听见一样，不曾抬头看上一眼。世子喜欢舞剑，世姐姐送你的这把檀木剑，它是木头做的，不会伤到人。根本不接他弟的剑，世子还不快拿着，这可是郡主的一片心意。不听话的孩子，锦姐姐可不喜欢啊。听到这话，不情愿的接过了木剑，泪水大滴大滴的落下。世子真乖，明天姐姐带你出去走走如何？见小宝没反应，李嬷嬷在他腰间暗暗掐了一把。世子还不快回郡主的话？小宝慢慢摇了摇头。世子，老奴可是听说锦姐姐要住在府里，这样不听话，不喜欢你就不来了。小宝抬起头，两眼含泪，带着一丝惊恐，于是他最终还是点了头。那我明天来接世子，辛苦李嬷嬷了。李嬷嬷，那个锦姐姐是什么人？回郡主啊，老奴听说是艳阳来的大夫，本来今儿个要入住王府替世子看病，昨天夜里整个王府的人都在打扫云无院，不知为何又说过几天才来了，所以是个年轻女子，还要入住云无院。应该是等那人入府了，老奴定会及时通知郡主。入府？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那个命入府。双儿见过燕初哥哥。凤溪郡主，本王不是你哥哥，说你还分不清楚位置，本王不介意让定国公再好好教教你。是双儿失礼了，还请王爷见谅。你说一儿愿意和你外出？是的，刚才双儿去云姬院探望世子，最近天气好，就想着带世子出去走走。谁准你私自去见世子？王爷息怒，双儿不是故意去云姬院的。今天双儿是进府看望姜太妃，路过云姬院时，刚好看到小世子在练剑，就多说了几句话，请王爷息怒。那个小呆子不会说话，李嬷嬷又肯定不会出卖自己，不然李嬷嬷自己也得受罚。一儿，你愿和郡主出去？她不喜欢这个什么郡主，但她好想见锦姐姐，只要能见到锦姐姐，跟什么人出去都行。于是她点了点头。萧燕初想到苏若锦曾经交代过，在一儿自愿的情况下，可以让她多接触一些外人，对治疗呆病有帮助。明天本王和一儿一起去。魏银霜满脸激动，这完全就是意外之喜。萧燕初这是带心上人逛街呢，还带着小宝，是想让小宝早点接受这个未来摄政王妃啊。说不上为什么，苏若锦心里涌上一丝不舒服的异样。小姐，你在看啥呀？祖母，没什么。世子，那边有糖葫芦，姐姐去给你买好吗？谁料小宝只是搂着萧燕初的脖子，不搭理他。死呆子，真是给你脸了！要不是为了燕初哥哥，谁会捧着你？姐，锦姐。萧燕初顺着小宝指的方向看过去，果
果然看到了小姑娘的身影，他二话不说，抱着小宝大步往墨莲居方向走去。那金姐姐，燕姐姐呀，小宝，怎么是你呀？你怎么来这儿了？来，奶奶抱。王爷不是陪人逛街吗？这是来墨莲居吃饭？小丫头语气不对劲哦。看来苏若锦已经看到自己和魏银霜逛街了，她突然觉得跟在身后的魏银霜都有些顺眼了。你说过小宝多与外人接触有好处，我就带他出来逛逛，阿锦别误会。萧燕初解释，声音中带着一丝不为人察觉的宠溺。苏若锦白了萧燕初一眼，我有什么好误会的？和谁逛街是王爷的自由。怎么可以？一个艳阳的大夫居然敢肖想他的燕初哥哥，大胆刁民，见到王爷和本郡主居然还不下跪！凤溪郡主得吃瘪了。就你能？本王准许他们无需向本王行礼，不知郡主有何意见？苏若锦，不错，上道。萧燕初自是接收到了小姑娘的眼神，嘴角幅度弯得更大了些。被表扬的感觉挺不错。王爷，玉龙轩来了个新厨子，他做的八宝玲珑粥很不错，挺适合小世子，我们不如去尝尝。萧燕初就像是没听见一般，对着林老夫人说道：老夫人介不介意同桌？若是王爷不嫌弃，老身自然欢迎之至。多谢。这人倒是挺自来熟的。墨莲居除了鱼之外，他家的蟹粉狮子也不错。若喜欢吃麻辣口味的，明天我们去蜀之味吃。他家的大厨都来自九蜀，做的蔬菜很是正宗。魏银霜见无人理他，在一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干脆心一横，也找了个位置坐下。凤溪郡主，你还没走，本王可是征得主人家同意才入座的，你这样不请自坐，有失郡主身份。凤溪郡主不就是定国公魏启明的嫡女吗？被京城人称为活菩萨的京城第一才女，看样子这位才女钟情萧燕初啊。萧燕初也真是的，这么个大美人送上门，居然这样无情。不过想到萧燕初的病，这人是怕自己活不长，耽搁了人家姑娘吧。等祖母的事了了，得想办法尽快凑齐药材，把萧燕初的失魂瘾毒给解了，到时候她就能安心娶妻生子了。郡主若不介意啊，就一起吃吧。魏银霜这才松了口气。燕罗和胡青倒是习惯了苏若锦的作风，直接就坐了下来。世子，你尝尝这个。世子肠胃弱，螃蟹性寒，不能吃。这盘螃蟹是苏若锦为燕罗点的。苏若锦，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看你是故意。这个郡主居然查过他呀，不然萧燕初从头到尾都没向郡主介绍过，他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郡主不吃可以出去。王爷你……起身哭着跑下了楼。王爷真是不懂怜香惜玉呀。老夫人，墨莲居的白切鸡不错，你尝尝。随后他看向苏若锦，世上玉很多，不是每一块都值得我去珍惜的。那就祝王爷早日找到属于你的美玉。会的。苏大夫，怎么是你？小民见过王爷。民女见过王爷。苏公子、苏小姐，无需多礼。我介绍下，慕瑶，这位就是艳阳救了祖父的女神医苏若锦，苏大夫。苏大夫，这位是舍妹苏慕瑶。舍妹说想吃墨莲居的菜，我就带她过来了。刚巧遇到了苏大夫，真是有缘。慕瑶谢过苏大夫的救命之恩。苏大夫来京城为何不通知一声，我好去接你啊？你这是打算把仁爱堂开过来了吗？我在景仁街有个胭脂铺子，生意一直不怎么样。如果苏大夫不嫌弃，可以直接拿来开一馆。我一会儿就让人去官府，铺子改到苏大夫名下，你看如何？自己啥都还没说，这个苏公子就自顾自的安排好一切了。苏五公子啊，你快别说了，自家王爷可是早就给苏姑娘准备了铺子，只是一直没机会说，哪能让你在这儿给截胡了？铺子的事就不劳苏公子费心了，本王已经给苏大夫准备好了铺子，只等苏大夫挑个良辰吉日开业即可。萧燕初什么时候给他准备铺子了？他怎么不知道？那个，多谢王爷苏公子的好意，我只是有事来京城，并未打算常驻京城，用不到什么铺子。开玩笑，京城是非之地，要不是因为祖母，他是能离多远就离多远的，哪会跑这开医馆为难自己？不急，有的是时间。苏大夫，不知能否请你有空去府上替我祖父再看看？苏若锦自是答应，和苏逸婷约好，等处理完手里的事，就去将军府拜访。苏逸婷也没再打扰，带着苏慕瑶去了另一桌。看样子阿锦和苏公子很是熟络呀。仁爱堂开业时，苏公子给医馆送了一车药材作为贺礼，总共就见过一面，也说不上特别熟。那他才见第二面就要送铺子给你？苏五公子，别人不知道，他萧燕初可是很清楚，那可是大楚国商盟的盟主，他要送的铺子可不会真如他自己说的什么生意不好的铺子。我说王爷，这有什么问题？我之前救了你一命，你不也想送个铺子给我？我救了别人祖父一命，想送我个铺子，有什么奇怪的？小宝，走，姐姐带你买糖人去。胡青憋得脸通红，有苏姑娘在的地方，王爷就有吃不完的瘪，看戏
真爽。小姐，赵老先生不见了。小姐，出什么事了？祖母，赵老先生不见了，他是不是自己离开了？若按风影所说，赵老先生刚服了药，这药本身有助眠安神的作用，不应该这么快就醒过来的。走，我们回去看看。王爷，有事就先告辞了。萧燕初点点头，没说什么。待几人离开后，萧燕初看了眼胡青，胡青点点头，转身离开了。小姐，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小姐，容嵯是把赵老先生带回来了。启州来了，快让他进来。属下见过盟主。启州，我说过多少次了，不用行这样的大礼，快起来。这个安盟左使什么都好，就是年纪轻轻，为人很是死板。就他这性格，难怪芸娘迟迟不能抱得美男归。谢盟主。说说吧，怎么回事？回盟主，属下知道盟主入驻东来客栈，暗中派人守着客栈。今日正午时分，封护卫回房用餐，有2名店小二装扮的人趁机进入了赵老先生的房间。没一会儿，其中一个人就背着赵老先生出了房门。看守的兄弟怕伤了赵老先生，不敢直接出手抢人，尾随着他们到了城里一间宅子，伺机把赵老先生给救了回来。不愧是你，事事考虑周全，看出是什么人带走赵老先生了吗？据回来的兄弟说，守着赵老先生的2个人虽然穿着大楚国的衣服，可是口音却更像是云齐国人。属下也派人在查那些人的身份了。祖母，赵老先生没事的，一会儿就能醒。那些人并没有对他怎么样。若在云齐国，哪怕是皇上也得敬哥哥几分，没人敢对赵家人动手。哥哥为了我来大楚，才给人动手的机会。祖母，若你真不愿与赵老先生相认，一会儿等他醒了，我便让人护送他回云齐。我怕他再继续待在大楚，会越来越危险。还没等林老夫人回，赵老先生醒了。小妹，你一定是小妹，和大哥回家吧。父亲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能归家。你离家这些年，父亲常在书房看着你的画像流泪。小妹啊，你别怪父亲，当年父亲与你断绝父女关系也是迫不得已呀。你和林静一走后，我回到赵家才知道，义王曾上门求娶你做侧妃，只有把你从赵家族谱除去，方能保你性命啊。你怎么来了？萧燕初有些郁闷，这小丫头见到她怎么一脸嫌弃的样子？我知道是谁带走了赵光涛。王爷，你这是派人盯着我？我这不是让胡青来请你们吃晚饭，他不小心得知这事，就想着能不能帮上点忙。胡青无语，所以这个暗中盯着苏姑娘的小人，他是非等不可了。苏若锦白了萧燕初一眼，这种漏洞百出的借口，亏得他说得出来。进来吧。老夫人，你是阿锦的祖母，自也是本王的长辈，以后你和阿锦一样，都无需向本王行礼。这话理是没错，林老夫人从年龄上确实算得上是萧燕初的长辈，可怎么听着怪怪的？是我的人带走了赵老先生。苏若锦和林老夫人都沉默了，他们千算万算也没算到萧燕初头上。你的人为何要带走赵老先生？云齐国的三皇子云韶曾找过我，说他侧妃的祖父在大楚境内失踪，以夺魂草的代价让我帮他找到赵光涛。所以赵老先生的孙女是三皇子侧妃？是的，三皇子侧妃赵静怡是赵老先生儿子赵九文的姨娘所生之女，去年嫁入的三皇子府。姨娘之女能成为侧妃，这个三皇子野心不小。云齐国皇帝去年离世，由曾经的二皇子继位，不过这个二皇子年轻时曾受过伤，身子不是很好，随时都有可能出意外。现在的皇子之间暗潮涌动，大皇子云乾乃皇后嫡出，二皇子云浩是越嫔所生，母家示弱，三皇子云韶乃贤贵妃所出，其余皇子尚且年幼，不足为惧。朝中大臣大多看好大皇子和三皇子。赵老先生是暗中来大楚的？我派人查过，赵老先生的确是没留下任何信息就出来了。赵光涛出来找妹妹，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为何要隐瞒？赵老先生的儿子已逝，唯一的嫡孙赵廷义1年前摔下山崖，救回后整个人一直昏迷不醒。若赵老先生此时出事，赵家将交到他的叔孙赵廷松手里，而赵廷松正是三皇子侧妃的亲哥哥。苏若锦恍然大悟，难怪赵光涛要隐瞒行踪了。此时他有些后悔让祖母回去了。那你的人带走赵老先生，你是打算把他交给三皇子吗？小锦，这样看来，大哥在云集可谓是危机重重啊。若萧燕初站在云韶那边，要把赵老先生交出去，那就别怪他翻脸不认人了。萧燕初只觉得小姑娘看向自己的眼神变得有些犀利，似乎要是没回答正确，结果会很惨。
我若是有这种想法，也不会出现在这儿了。赵光涛为人正直，在云齐国百姓中口碑很好，这样的人，我自不会把他交到三皇子手中。那你还收了人家的夺魂草？我又没答应一定替他找到赵光涛。再说了，别人都在算计我了，我收颗夺魂草当利息不为过吧？你怎么知道赵老先生在我这儿？你的人会跟着我的人，我的人自然也可以。苏若锦又白了萧燕初一眼，看来这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家都玩得挺好。你的人为何是云齐口音？本就是云齐人要找他吗？有云齐口音不是很正常吗？萧燕初这个狐狸，所以你手下还有精通各国口音的人？萧燕初笑笑，不置可否。阿锦，你为何如此护着赵老先生？因为赵光涛是我哥哥。萧燕初从来淡定的表情，难得出现了一丝惊讶。那接下来，阿锦，你打算如何？等舅祖父身体好些，我就想让他和祖母尽快离开大楚，回到云齐。到了云齐就安全了。这样最好，只要赵老先生在大楚多一天，危险就多一分。我会让人跟着老夫人保护他们安全。赵家已经派人来接我们了，就不劳烦王爷了。老夫人，多些人也多点安全，这样阿锦留在京城也能安心些。这是摄政王府的通行令牌，有了它，你可以随时出入王府。在京城，除了皇上和太后，你无需向任何人下跪。王爷，这令牌太贵重了，我不能收。阿锦，这不过是块普通的通行令牌而已，小宝天天念着你，有了它，你就可以随时去府里探望小宝了。大不了等你回艳阳的时候再还给我就是了。那就多谢王爷了。这哪是什么王府通行令啊，这是肃王令，见令如见王爷，拥有此令者，可调动王爷手里所有的暗卫。小锦啊，舅祖父出来没带什么好东西，这块玉佩就当舅祖父送你的见面礼了啊！你别嫌弃。舅祖父，这玉佩我不能收。今天是怎么了？先有萧燕初，后有舅祖父，都赶着给他送令牌玉佩的。这些东西看着一个比一个贵重，小姐你就拿着吧，这是你舅祖父的一片心意。可拿着吧，不然你舅祖父心里过意不去。是啊，小锦，只是一块普通的玉佩罢了。等舅祖父回去了，再重新给你准备礼物送过来。那小锦就谢谢舅祖父了。对了，小锦，有了这块玉佩，九州大陆上不管在哪个城池，凡是挂有赵家印记的钱庄，你都可以任意支取银两。只要赵家的店铺，你也可以随手拿走看中的东西，不用付钱。哈哈。苏若锦拿着玉佩的手一抖，舅祖父、祖母，你们管这叫普通的玉佩？这简直就是一座金山，好吗？哎呀，苏大夫，你总算是来京城了。老夫这身子骨啊，自从吃了你的药，这个冬天就没再疼过。要我看呐，你可比宫里那些御医厉害得多。苏若锦轻撩裙摆，准备下跪行礼。哎，苏大夫，你是老夫的救命恩人，无需多礼，快请坐，快请坐。苏若锦从进屋就感觉有道灼灼的目光一直盯着自己，而许晶英从苏若锦进入正厅的那一刻，整个人就如遭雷击般。许晶英大叫一声，风一般的冲向苏若锦。糟了，夫人发病了！哎呦，夫人，你冷静，冷静。邓嬷嬷，夫人回房。夫人，我们回房休息啊。母亲，瑶儿扶您回去。用力挣脱了邓嬷嬷和苏慕瑶的束缚，往苏若锦的方向跑去。放开我，我的锦儿，我的锦儿，你是我的锦儿，锦儿，是娘对不起，是娘对不起你，让你受苦了，都是娘的错，是娘的错。苏夫人自从丢失女儿后，整个人陷入了疯魔，不停四处寻找着女儿，抱着石头枕头叫着女儿的名字。太医院提点来府里几次，才堪堪压住了她的疫病。后来苏大将军听从提点的建议，从旁支抱来了和他们女儿苏清锦年纪相仿的孩子，作为女儿养在身旁，这才算是稳住了苏夫人的病情。今天他见到苏大夫居然发病了，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因为苏若锦和苏夫人长得太像的缘故。苏若锦看着这样的苏夫人，莫名觉得心疼，顺着许晶英的话意，柔声开口：娘，我是锦儿，你没错，锦儿不怪你。真的，锦儿真的不怪娘。不怪娘，先坐下好吗？好，坐下。锦儿累了，锦儿快坐。锦儿，今后娘不会再让你离开娘了啊，不会了。好，不离开，锦儿不会离开娘。还顺势握住了许晶英的手腕，诊起了脉。娘，你是不是睡眠一直都不好？女儿学了些医术，让女儿替你施上几针，调理一下可好？峰哥，你听到没？我们的女儿会医术，她是大夫。是啊，晶莹，女儿出息了，你让她给你扎上几针，晚上就好睡觉了。好，锦儿替娘扎针。苏大夫，实在抱歉，不知有没有吓到？苏将军，无妨，苏夫人只是疫病发作了，我刚替苏夫人诊脉，她的疫病应该有些时间了。
不瞒苏大夫，自从小女失踪后，内子就得了癔症，这些年治疗下已经好了许多，近些年也未曾见她发过病，没想到今日会突然发作，许是因为苏大夫长得与内子有几分相像的原因吧，还望苏大夫见谅。不知道苏小姐是何时走散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小女在1岁多时随着5个哥哥外出赏灯时走丢的。要说有什么特征就是她的左耳后有个蝴蝶模样的胎记。嗨，当时要不是我大意，也不会出这样的事，让内子痛失爱女，患上疫病。不知苏大夫对治疗疫病可有心得？苏大夫。苏若锦这才回过神，不知苏将军可还记得苏小姐耳后的胎记具体是什么样的？小女走丢后，我们就把她耳后的胎记图案画了出来，以便派出去的人寻找对照。当初苏若锦就是因为嫌弃这个胎记实在难看，和大师傅学了易容术后，把耳后的胎记给完全遮盖了。不过按这个图案来说，苏若锦居然是苏大将军府走失的6小姐，证据摆在面前，认还是不认？一旦她接受了苏大将军府的嫡小姐这个身份，同时也得接受这个朝代贵女们的种种限制。哎，头疼。苏将军，白色瓶子里的药丸是给苏老将军的，1日1丸即可。吃完后，我会到府上再替老将军诊脉，调整后续的用药。青色瓶子里的药丸是苏夫人服用，可以稳固神思，安神助眠。好，谢谢苏大夫。苏若锦告辞离开。苏大夫请留步。苏小姐还有事吗？苏大夫，我送你出府。苏大夫，我希望你以后别来将军府了，若有药要送到苏府，我可派人定期找你去取，你放心，不会少你1分诊金的。不知这是苏小姐的意思，还是苏将军或者苏夫人的意思？谁的意思都一样，母亲的病情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见到你却发病了，我不想你再刺激到她。苏小姐，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治病有一个原则，对眼缘的我可分文不取，不对我眼缘的千金来求也不会出手。所幸不论是苏老将军还是苏大将军、苏夫人都很对我眼缘，所以若有必要，我自会前来诊治。说完，他越过苏慕瑶向府外走去。不论苏慕瑶出于嫉妒也好，真心为苏夫人着想也好，苏若锦都不会在意。他做事哪用得着一个小丫头来指指点点。萧燕初以一己之力证明了大楚国的摄政王真的很闲，这个时辰居然能出现在京郊树林里。阿姐，你没事吧？我没事。他拿着剑抵在了唯一一个还活着的黑衣人胸口，说谁派你们来的？黑衣人看向萧燕初，眼神一变，不好，他要咬毒。可惜还是晚了。黑衣人头一歪，没了气血，又是死士。定国公府。你个废物！是你说能用这种方法毁了苏若锦，现在反而害我损失了3名死士。郡主，这不能怪民女，是摄政王出手救了她啊！苏若锦这个小贱人，居然勾引燕初哥哥去救她，她该死！苏姑娘，云雾院已经收拾妥当，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和老奴说。张管家，已经很好了，麻烦你了。不麻烦，姑娘满意就好啊。这几个婆子丫鬟呢，都是云雾院的下人，姑娘有事尽管安排他们去做。来，快，都来见过姑娘。见过姑娘。都起来吧，我不过是小住几天，你们都按自己以前的习惯做事就好。是姑娘。苏若锦算时辰，小宝应该下学了，带上耶罗前往云姬院。站住！你是谁？敢擅闯世子院子？我是前来给世子看病的大夫，现在来看看世子。大夫？既然是大夫，就该有大夫的规矩。主子都没召见，怎能随意闯入主子的院子？要是主子出了什么事，谁来负责？他自问与这姑娘是第一次见面，这莫名其妙的敌意是从何而来？那就烦请通报世子一声。世子很忙，没空见你。说完，不再理苏若锦，自顾自进了云姬院。小姐，怎么办啊？怎么办？当然是进去了。张管家不是已经说过，随时可以来看小宝，他已经给足对方尊重，人家还要给他甩脸子。苏若锦凭什么还要受这气？翠萍怒气冲冲走到苏若锦面前，碍于夫子还在书房给世子讲学，他只能压低声音吼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事？我不是说过没世子的召见，外人不得进入云姬院吗？一会儿惹怒了世子，谁担这个责任？天罗实在忍不下去了，一个王府的丫鬟就敢对小姐呼来喝去的。你们王爷都说了，小姐什么时候想来看望世子都可以，不过是个丫鬟，还能做得了王爷的主了。
沈世子辛苦了，喝碗燕窝休息一下吧。他开始以为翠萍这碗燕窝是给小宝吃的，没想到是为这位沈世子准备的呀。小宝的呢？谢谢翠萍姑娘，不过我不喜欢吃燕窝，还是给小世子补补身体吧。厨房还有，我一会儿就给小世子端来，这是专门给沈世子准备的。唉，人家不想吃，还上赶着往上送，自家主子吃不上，这王府啊，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世子不是这样的，你是小世子的夫子，王爷交代过要照顾好你。这两位是沈世子，民女苏若锦，是来给小世子看病的大夫。百闻不如一见，难怪萧燕初那棵大铁树会对他如此上心。苏姑娘，久仰久仰，我是安国侯府的沈玉，现在是叶儿的启蒙夫子。姐姐，小宝，姐姐来府里陪你了啊！努力认字，先生。小宝真不错，姐姐先替你诊诊脉好吗？被冷落的翠萍握紧了手里端着的托盘，这个狐妹子肯定想借着小世子勾引王爷，不行，她得想个办法把这个苏若锦出王府。小宝，穆大夫呢？小宝抬起头想了想，摇了摇头，他也好久没见到穆大夫，算了，等萧燕初回府再问他吧。苏若锦接过小宝练的字，小宝真棒。皇叔，王爷下朝了，云无怨可还满意？挺好的。我让人准备的衣服可是不满意，那一会儿我让秀月坊的绣娘来府里重新为你量身定做。不用，我只是懒得换了。王爷是觉得我穿成这样不妥，不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苏若锦有些语塞，突如其来的话让他怎么接啊？最怕空气突然安静。苏若锦赶忙转换话题，那个王爷，穆公子最近是没在府上吗？天气转暖，穆妃身子好了许多。穆景山抽空到神玉山采药去了。穆公子不在，那谁负责小宝的用药和吃食？穆景山走之前已经安排好叶儿这段时间的用药，府里还有一个府医，由他负责照顾叶儿的用药，吃食是由李嬷嬷负责。怎么，有什么问题吗？具体有什么问题我还不知道，但是小宝的身子没有在艳阳的时候好了，你没发现他都瘦了点吗？其实萧燕初看出叶儿瘦了，只不过他以为叶儿最近在练剑，多了点运动，所以比之前瘦了些也属正常，没往心里去。可现在苏若锦这样说，他才知道是因为身子出了问题。严重吗？不是很严重，调理一下也就回来了，但是得找到病因。这件事你先别声张，我在府里观察观察。小宝的身子不可能莫名其妙变差的，不找到原因，就算苏若锦现在调理好了，等他离开王府，说不定又变差了。娘，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快喝碗燕窝消消气。还有谁啊？不就是那个刚进府的苏若锦吗？我上次在艳阳出丑，多半就是他搞的鬼。哼，娘，他就是个不懂礼数的，之前还擅闯云姬院，看到沈世子那双眼睛啊，就往世子身上勾，真是个不要脸的小贱人，居然还敢质疑他为什么不给世子端燕窝。世子那么小个人，吃啥燕窝？吃多了身子哪儿受得了？还不如让他们替世子分担得了。他这不也是为世子着想吗？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孩子，还能去告状不成？我们得想办法让他滚出王府。翠萍，你现在就去定国公府找凤溪郡主，就说娘，我现在就去。世子不好好吃饭，可是见不到锦姐姐呀。李嬷嬷用上了惯用的杀手锏，小宝拿起小勺，不情愿地吃起了饭。燕罗隐在屋外的柱子后，看着这一切，眉头皱了起来。小宝吃的饭菜太素了，基本就是一些青菜、萝卜、粥。小宝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哪能只吃素菜？收到燕罗的反馈，要是小宝经常被这样苛待，不瘦才怪了呢。他是没想到，在王府里居然有人敢在萧燕初的眼皮子底下玩这些花样，心里越发心疼小宝了。明天再观察一天，他倒要看看这些奴才是不是天天如此大胆。苏姑娘，李嬷嬷带着人来，说是郡主丢了御赐的玉佩，要搜一下今天郡主到过的院子。苏若锦叹了口气，这魏延霜也不聪明啊，这种狗都不用的陷害方法，他居然还在用。让他们进来吧，这是摄政王府，又不是自己的府邸，他们爱搜就搜去，弄乱了或者弄坏了什么东西也不关他的事儿。话音刚落，李嬷嬷就带人冲了进来，这架势根本不在乎苏若锦同不同意他来搜院。苏姑娘，郡主丢了块御赐的玉佩，老奴不得不来搜一下，以免郡主怪罪下来，我们都担待不起。给我搜，每个角落都要搜仔细了。你都给我上，把他绑了！你们别过来呀！在干什么？所有丫鬟婆子都被吓了一跳，全转身跪了下来。奴婢见过王爷。正主来了，没得玩了。王爷，这是我们在苏大夫院里发现的巫蛊娃娃，此娃娃钟情蛊娃，知蛊者只要把自己和钟情之人的生辰八字放在娃娃身上，再以染了朱砂的红绳相系，就能获得钟情之人的心。王爷，咱们大处严禁巫蛊之术，这两个娃娃上面还写着王爷和苏大夫的生辰八字，还请王爷明断。胡青像是看白痴一样看着李嬷嬷，苏姑娘给王爷下钟情蛊术，开什么玩笑？
自家王爷给苏姑娘下这个蛊还差不多。谁让你们到云无院来的？凤西郡主早上来府里探望太妃，回去后发现皇上御赐的玉佩不见了，就让老奴在府里帮忙找一下。凤西郡主来府里就只到过倚兰院和云无院2个地方，所以老奴带人过来寻找，找到了这个玉佩。找到了没有？或许是落在别的地方，一会儿老奴再找找。李嬷嬷有些心虚了，玉佩自然是有的，正在李嬷嬷怀里。李嬷嬷原本是准备等处理完苏若锦，再假装从府里某个角落找到玉佩。萧燕初抬头看着苏若锦，脸上没有一丝慌乱之意，只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这丫头，胡青，把这2天进过云无院的人好好审审，看看是谁把这个巫蛊娃娃埋在这儿。苏大夫和他的婢女不用审。是王爷。哎呀，王爷冤枉啊！王爷，老奴只是奉郡主之命寻找丢失的玉佩，为何王爷要审我们啊？巫蛊娃娃有苏大夫的生辰八字，苏大夫才是该审之人呐，请王爷明察。王爷，我们只是跟着李嬷嬷来的，王爷，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啊。王府不需要吃里扒外之人，你倒是一点也不担心。王爷，这凤西郡主脑瓜子不行啊。那是，哪有阿锦的脑瓜子好使？拿他和魏银霜比，王爷，我怎么感觉你在骂人啊？没有，我是在夸。听说你今天去给母妃诊脉了，结果如何？母妃的病能治吗？她年轻时落下的寒症可慢慢调理，但噬魂影的余毒就得等找齐药材和你的毒一起解才行。你的意思是母妃的病能治？阿锦，我的人已经在九州大陆寻找那些药材了，找到后第一时间就会送来京城。王爷，红山招了，说是翠萍让他把东西埋在云无院树下的，把人带来，本王亲自审问。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这个娃娃是翠萍姐姐拿给奴婢的，说是让奴婢埋在云无院树下就好。奴婢不识字，根本不知道那是巫蛊娃娃呀，否则给奴婢10000个胆子，奴婢也不敢做这种事啊！求王爷饶命啊！王爷饶命啊！全是李嬷嬷让奴婢做的，这样能把苏大夫赶出王府。李嬷嬷有些不可置信的看向翠萍，自己辛苦带大的女儿居然没和她商量一下，直接就把她给卖了。如果今天2人非要折了一个，李嬷嬷也会拼命保住自己的女儿的。王爷，是老奴极恨苏大夫，小世子有了他就不要老奴了，才做出这样的事儿陷害苏大夫，请王爷要责罚就罚老奴一人吧。翠萍是被我逼着做的。巫蛊娃娃哪儿来的？李嬷嬷愣住了，这娃娃是郡主给她的，不然她怎么可能知道王爷和苏若锦的生辰八字？但她知道不能把郡主供出来，否则自己女儿也落不得什么好。是老奴自己做的。哦，本王竟不知王府一个小小奴仆居然能打听到本王和苏大夫的生辰八字。李嬷嬷，看来本王小看你了，你不到皇城司任职真是大材小用。老奴是无意中得知王爷生辰八字的，苏大夫的是老奴花钱让人去艳阳打听的。苏若锦淡笑不语。萤虫居然想与皎月争辉，来人！等等，王爷，我有话要问。李嬷嬷，你和翠萍是何时开始截留世子饭食的？若是说陷害苏若锦的事儿，他可以牺牲自己保住翠萍，但截留世子吃食的事儿要被捅出来，他们俩谁也逃不掉。李嬷嬷直接瘫软在地。王爷，一切都是老奴的错，是老奴被猪油蒙了心，请王爷恕罪，老奴以后再也不敢了，请王爷再给老奴一次机会，老奴一定会好好用心伺候好小世子的。在艳阳的时候，我曾在世子身上见过一些青紫掐痕，若没猜错，也是你做的吧？苏若锦，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置我于死地？平白无故冤枉我，你个恶毒的女人，好狠的心啊！我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给本王查。一儿只不过是患了呆病，就能让王府的一个恶奴欺他至死。不一会儿，胡青回来禀报，王爷，世子身上确实有淤青，集中在腰部、大腿和手臂上方，府医刚看过，确认是被人掐出来的。萧燕初笑了，眼里如同淬了1000年的寒霜。很好很好，本王竟不知府里还会有这样的刁呢，看来是本王平时对你们太过仁慈。来人呐，把李嬷嬷给本王投入蛇窝，翠萍杖责100，其余参与此事的人杖责30，能活下的全部发卖。王爷，不能如此对奴婢啊！奴婢心里只有你一人。王爷，奴婢今后会尽心尽力伺候啊！王爷。翠
平话还没说完，就被进来的侍卫堵上了嘴，拉了出去。李嬷嬷则在王爷说出将他投入蛇窝时已经晕了过去。自家王爷之前有2个逆鳞，一个是姜太妃，一个是世子。现在有了苏姑娘，逆鳞成了3个，李嬷嬷一碰就是2个，她不死谁死？在李嬷嬷被拉出去的时候，从她衣服里掉出了一块玉佩。王爷，这好像不是府里的东西，更像是宫里的东西。凤溪郡主不是在找他的玉佩吗？把他送去给凤溪郡主，记得再给他送份大礼。你不是说此计能成吗？怎么李嬷嬷死了？看到盒子里的东西，魏银霜已经知道计划失败，这些东西定是摄政王派人送来的，是给他的警告。郡主，这不能怪我，说不定是李嬷嬷露了馅，或者做了什么其他见不得人的事，被王爷发现了。要不是这个小贱人还有点用，魏银霜现在就想杀了他。王爷，我也一起去。不行，神鱼山太危险，而且小宝需要你。正因为危险，我才要同去。神鱼山地势险峻，环境复杂，部分地方还有瘴气，山中毒物更是不计其数。我懂医术，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同去了。小宝这边不用担心，用药和饮食我会安排好，让烟罗留下照看就行。我不想木槿山还没找回来，你也没了消息。我不喜欢傻傻的等，什么也做不了。你若信我，就让我跟你一起去。萧燕初心里一震，苏若锦这是担心他，更何况我真要去，你能挡得住？于是最后2人带上胡青和几名侍卫一同赶往神鱼山。木槿山若是真的在神鱼山遇到危险，我们早到1分就多1分希望，这点苦不算什么。赶路边扎营是常事，苏若锦也没什么不习惯的。胡青和所有同来的侍卫经过这一路，对苏姑娘很是佩服。这一路在胡青的影响下，府里的侍卫们大多也把苏若锦当成了未来的王妃看待。禀王爷，我们的人每天都会进山寻找，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发现穆公子的踪迹。神鱼山太过复杂，属下恐怕穆公子已是凶多吉少。继续找，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是，王爷。阿锦，你怎么看？还能怎么看？进去看看不就行了？走。萧燕初上前一步，想要接过背包，被苏若锦拒绝了。这包里有很多药，你不知道如何使用，到时候翻找起来还得浪费时间。也不再坚持，和苏若锦一起进了神鱼山。等等，这雾和外面的白雾不同，里面还夹杂着绿色，有瘴气。你们把这药吃了，1人1粒，能抵挡2个时辰的瘴气。时间到了再补1颗。另一个是药膏，抹在身上露出来的地方，能驱散蚊虫毒物。萧燕初一言照做，所有人都服了药之后，苏若锦正准备带头走进浓雾里，手被一把拉住。这里雾太大，我怕走散了。苏若锦看了眼前面的雾，点点头。胡青，你们也注意一些，别走散了。是，苏姑娘。胡青明白事情轻重，这时候也没心情看自家王爷的好戏了。再说了，王爷牵苏姑娘的手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萧燕初的手握紧了几分，只感觉手心握着的手很小很软。跟紧了，小心点儿。是，有动静。萧燕初一抬手，所有人停了下来，屏住呼吸，竖耳聆听。果然听到一阵沙沙声，似有什么东西从远处往这边过来。不好，是野猪。先上树，下一秒他就感觉自己的腰上环上了一只手。阿锦，搂紧我。苏若锦下意识环抱住萧燕初的腰，萧燕初蹬地借力，一个转身带苏若锦飞上了较粗的树枝，在树枝上站稳后，萧燕初的手还放在苏若锦的腰上。我怕阿锦掉下去。还没等苏若锦再说什么，野猪已经冲过来了。普通的野猪一般也就100-200公斤左右，可眼前这一头目测差不多有500-600公斤，远看像极了一座可移动的小山包。野猪像是闻到了人的味道，猛地刹住了脚步，发出哼哼的声音，四处嗅着味道，寻找目标。突然，野猪像是找定了目标，疯狂往一棵树上撞去。胡青和一名侍卫一时没反应过来，差点被撞了掉下树来，最后趴了下来，死死抓着树干，才堪堪稳住了身形。野猪一下比一下撞得猛，再这样下去，树迟早要被野猪给撞断了。看来想偷偷躲过去是不可能了。胡青拿出一把弩朝野猪射去，弩箭射到野猪身上就掉了下去，就像碰到了硬石头，根本射不进去1分1毫。射他眼睛！可他这一出声，野猪猛地调转身形，朝他和萧燕初这个树撞来。畜生，该死！朝野猪的左眼刺去，野猪似是感受到了危险，就像通人性般急速退了几步，避开了这一箭，随后就是疯狂加速朝萧燕初冲来。王爷，胡青飞身下树，挡在了萧燕初的身前。几个侍卫也赶到了，萧燕初围在中间，利剑对着野猪，做好了誓死与野猪搏斗的准备。都给我闪开！萧燕初，接住我！接得不错，都闪开，离远点，他瞎了，上远一点的树。苏若锦自然又被萧燕初搂上了树，受到刺激的野猪冲撞了也是之前的几倍，稍细一点的树一撞就倒。最后野猪许是撞累了，嘶吼着往远处跑去，渐渐消失了。这时所有人才下了树，喘息着。刚才不论是但凡跑慢一步，一定会死在野猪的獠牙之下。还是苏姑娘厉害。都检查一下有没有受伤，没有的话我们尽快往里走。这木槿山不过是采个药，为什么要跑这么深？
这里差不多就是木景山发信号的位置。虎清，带人四处找找。是，王爷。可有什么发现？没有，这里看上去甚至比外面还安静，看不出有什么危险的地方。可是就是在这里，木景山发出了求救信号，难道他也同他们一样遇到了什么凶兽吗？如果是遇到了凶兽，那周围应该有打斗痕迹或者血迹，可是之前来搜寻的人都说没看到类似的痕迹。木景山到底遇到了什么？王爷，苏姑娘，前面有条溪流，可以过去梳洗一番。两人来到溪边，苏若锦洗了把脸，捧起溪水喝了几口，很是清甜。突然，苏若锦面色一沉，迅速起身，顺着溪水往前走。阿姐，苏若锦比了个虚的手势，似在聆听什么。一阵很轻的婴儿哭声传来，深山老林的，哪儿来的婴儿？两人一路走，远离了侍卫，来到了一棵黄桷树面前。听声音，婴儿的哭声应是从树中间传出的，很是诡异。苏若锦在看到一株金色的草后，惊呼出声：“龙鳞草！”何为龙鳞草？据大楚国太公草记记载，龙鳞草全身金黄，茎干枝叶如覆龙鳞，生于名山之中。得知烂面即恢复如初，我还以为它绝迹了，不想今日竟在这得见。这神鱼山果然名不虚传。萧燕初想上前一步看清楚，被苏若锦一把拉住了。退后，我知道那个婴儿哭声是什么了。一会儿不管从这洞里出来的是什么，你都要第一时间用袋子将那东西套住，注意一定不能被它咬到。就见树洞里飞出了一个什么东西，速度非常快，只是在触碰到红色药粉的瞬间，身形稍微有些停滞。就现在，萧燕初袋子迅速套下，刚好照在了那个家伙的身上，收紧袋口，袋子里的东西疯狂挣扎，发出哇哇哇的婴儿哭声。苏若锦又拿出刚才的红色粉末撒在袋子上，没一会儿袋子里就没了动静。打开看看，里面是一条通体金黄的小蛇，有成年男子大拇指粗，头上长着两只角。最为奇特的是，它居然长了一张人脸。阿姐，这是什么东西？人面蛇。太公草记记载，只要有龙鳞草的地方，就会有人面蛇。它叫声如婴孩，特别喜欢龙鳞草的香味儿，一生只会在龙鳞草旁生活。它的速度奇快，刚才我用了金马伞才让它停缓了那么一瞬，不然想抓它很难啊。对了，一旦被它咬中，人会从伤口开始麻痹变硬，蔓延到全身，最后整个身体会像石块一样碎裂而亡。你怎么还碰他？没事，他已经昏迷了，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没有他，我还没办法把龙鳞草完整带回去。苏若锦从包里拿出一个白玉盒，一股冷意从盒子里散发出来。凝冰玉，凝冰玉产自冰海之底，吸纳冰海精华孕育而生，通体自带寒气，有它可保世间万物永久长新，在市面上可谓是千金难求。苏若锦把龙鳞草放入玉盒，再把人面蛇也一同放进去。人面蛇最怕的就是寒冷，只要在低温环境，它会永远处于昏睡状态，而人面蛇的皮肤会散发一种特殊的粘液，有这种粘液在，龙鳞草哪怕离土也可以永远不腐。这龙鳞草要是蔫了，就失去了药效。人面蛇本身也是治疗麻痹之症的奇药，他哪儿舍得不要？小心！瞬间失去重心，往崖下滚去。崖边传来带着愤怒的婴儿啼哭声。阿姐，抱紧我！昏迷了过去。待苏若锦醒过来，看到躺在一旁一动不动的萧燕初，苏若锦心里一紧，忙爬了过去扶起了萧燕初，把了把脉，还好，只是暂时昏迷，没大碍。经过这番折腾，萧燕初也睁开了眼睛。萧燕初，你没事吧？我没事。把衣服脱了，我给你上药。萧燕初脸色一僵，耳朵有点红，一点小伤，没事的。血都溢出来了，还说没事？快点脱，别墨迹。是不是伤到手了？我看看。没，我手没事。萧燕初有些慌乱，上次他是在昏迷之中被苏若锦脱了衣服，可现在他是醒着的呀。你该不会是害羞了吧？别忘了，我是大夫，大夫眼里没有性别之分。再说了，你身体我哪儿没见过呀？你再不脱，我替你脱。萧燕初噎住，他看到苏若锦真要上手替他脱衣服，脸更红了。我自己脱。萧燕初显然在跌落过程中用身体护住了他，才承受了这样重的伤。苏若锦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眼睛有些微热。阿锦，我没事，这点小伤不算什么的。苏若锦深呼吸几口，拿起药膏，轻轻替萧燕初上药。小姑娘的手轻柔地替萧燕初胸口擦着药，酥酥麻麻的。萧燕初只觉得浑身发热，一双眼睛就这样一眨不眨地看着眼前的小姑娘，眼里有无尽的眷恋。阿锦，出去之后做我的王妃可好？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可我发誓，只要我萧燕初活着的一天，定护你一世周全，此生也只有你一人。苏若锦一时呆愣住了，心跳快的像是要从胸口蹦出，血液上涌，大脑一片空白。她这是被表白了？看着眼前放大的脸，吓得一把推开了萧燕初。萧燕初猝不及防被推倒在地，触碰到伤口，不由自主的嘶了一声：“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哎，刚才是什么情况？人面蛇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怎么
还有婴儿啼哭声？另一条人面蛇比我们抓的这条要大上1倍，或许我们抓的是它的孩子啊，应该是。人面蛇很难繁育，一胎只能繁育1只，它丢了孩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这山崖陡峭，它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我们，还是尽快想办法上去吧。胡青应该发现他们2人失踪了，发个信号，估计很快就能找到他们。我发个鸣笛。不行，现在不能发，那条人面蛇说不定就在附近，若是发了鸣笛，它顺着找过来怎么办？那我去找些枯木，燃堆火。苏若锦刚想转身去找枯木，被萧燕初一把拉住，做出了一个噤声的手势。苏若锦顿住身形，脸上带着紧张，难道人面蛇这么快就追来了？有动静，有人，是人，会不会是穆景山？萧燕初看懂了苏若锦眼里的意思，走去看看。景山。萧燕初听出了是穆景山的声音，忙和苏若锦快速走进了山洞。苏若锦举着火折子，才看到水潭旁似是趴着一个人。萧燕初目力极好，借着微弱的火光，一眼就认出了是穆景山，忙冲了过去，抱起了他。浩姐，你快来看看景山怎么了？苏若锦上前，快速搭上了穆景山的脉搏。他是怎么了？看穆景山这样子，似是撑不了多久了。他中毒了。什么毒？不知道，我从没见过这种毒。重新给他施针，又拿出一些药丸让他服下。虽然苏若锦还解不了这毒，但能压制毒性的发作。也幸好穆景山自己是大夫，在发现自己中毒的第一时间，就用银针阻断了毒性蔓延至心脏，保下了自己一命。不过就他这情况，要是苏若锦他们再晚来2、3天，穆景山撑不下去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发鸣笛，让胡青他们来接。穆景山得尽快回到京城。好。阿姐，今天也折腾了一天，休息一会儿吧。吃一点，垫垫肚子。阿姐，你这包像是百宝箱啊，怎么什么都有？习惯了，早些年我经常和师傅四处游历，都会背着这样的包，包里常备一些野外生存的东西。师傅，阿锦小时候经常在外面游历吗？可你那时不是住在林府吗？我当年被林府抱回来后，赵娇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可1年后她就怀孕生子，我就成了挨她眼的人，再也没人管我。是祖母救了年仅5岁的我，把我养在她的小院里。一次我好奇偷跑出林府，无意中遇到了大师傅，非要让我拜他为师，甚至愿意出1万两黄金。我不能和钱过不去啊，就答应了。在林府除了祖母，没人在意我的存在。我也不知道师傅是怎么说服祖母的，祖母后来就答应让我跟着师傅外出游历。从那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有半年时间和师傅在外游历。用师傅的话说，我是要成为一代名医的人，不能被困在那个小院里。再后来，我就陆续认识了2师傅、3师傅和4师傅，最后他们4个为了陪我，在艳阳的木安村落了脚，木安村也成了我第2个家。在游历过程中，我顺便捡回了因为长了一双异瞳，差点被村民烧死的袁弘。就这样，我和袁弘还有祖母成了一家人。我们虽没有血缘关系，可比一些有血缘关系的人要亲得多，所以我这些年过得其实比很多人都好。苏若锦有着属于她的独特魅力，总能吸引许多人愿意留在她身边，自己又何尝不是被这样的她吸引的。说着说着，苏若锦靠在萧燕初的肩膀上睡着了。萧燕初从未如此升起对生的渴望，为了小姑娘，她一定要努力活下去。苏若锦，你注定是我的王妃。苏若锦醒来时，天已经亮了。她环顾四周，发现萧燕初没在，想到那条不知在何处的人面蛇，苏若锦慌了，准备起身出去寻找，就见萧燕初从洞口走了进来，怀里抱着一些果子。你去哪儿了？饼吃完了，我去摘了些野果，先吃点垫垫肚子，这个甜一些。你一个堂堂王爷，怎么会认识野果？带兵行军打仗时，哪有那么好的条件？有时候没粮了，就会摘些野果充饥，慢慢也就认识了。我去把鸣笛放了。我已经放过了，再等一会儿，胡青他们应该就到了。哟，你动作还挺快的嘛。现在也没什么事，我替你换换药吧。萧燕初面色一僵，耳间飞上一抹红。阿姐，不用了，等胡青他们来了，回到营地再换也不迟。苏若锦想想也是，也不再强求。哎，萧燕初，闲着也没事，你给我讲讲你小时候呗。苏若锦自然的没把萧燕初当成王爷看待，而更像是一个朋友。我小时候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好，可以说我还没出生就是个不被祝福的孩子。王爷，王爷，苏姑娘，苏姑娘，你们在哪儿？我们在这儿。属下来迟，请王爷恕罪。昨天萧燕初和苏若锦来到小溪边，胡青为了给两人创造机会，不允许其他侍卫来到小溪边。属下未保护好王爷，请王爷责罚。这事不怪你，更何况我们要不是经历这个意外，还找不到穆景山。太好了，找到穆大夫了。他受伤严重，得马上带回京城救治。是，王爷，你们几个跟我来。穆景山居然缓缓睁开了眼睛。王爷。萧燕初听到声音，忙走到穆景山身边。景山，你受着伤，先别说话了。演出有火山。头一歪，又晕过去了。岩厨？什么岩厨？火山？难道是火山岩厨？可火山岩厨，顾名思义，它只能生活在像火山这种异常炎热的地方。神鱼山怎么看都不像适合火山岩厨生活的地方。苏若锦联想到
穆景山腿上受的伤，与其说是中毒，不如说是更像烧伤起的水泡。如果是穆景山曾经遇到过火山岩雏，被他喷出的毒液碰到小腿，那极有可能留下这样奇特的伤口。到这个山洞可是隔着一个山崖呀。萧燕初安排好一切后，也来到了山洞，走到苏若锦身旁问道：可有何发现？苏若锦环视了山洞一圈，暂时没有。你说穆景山是怎么做到中毒后还能逃到这个山洞的？再找找看，或许还有什么我们漏掉的东西。突然熟悉的婴儿哭声再次响起，这家伙果然不死心找来了。两人迅速背靠背站到了一起，一人握剑，一人执针，盯着周围。随后一条有婴儿手臂粗、浑身黄得有点发光的人面蛇游进了洞里。这该死的蛇，他似乎看出了两人之中苏若锦要好欺负一些，抛开萧燕初不管，直接冲向苏若锦。苏若锦手里的银针用的差不多了，被人面蛇逼退到了水潭边上。他把手里最后3根针扔出去，人面蛇一如既往扭腰躲开，哇哇叫着纵身飞起，袭向苏若锦的脸上，速度之快，哪怕是离苏若锦只有2步之遥的萧燕初也无力出手相救。这一瞬的苏若锦别无选择，只得往后倒去，整个身体掉入潭里，身子不断下坠。下坠的过程中，苏若锦只有一个感觉，冷。看到苏若锦掉入水潭，萧燕初想都没想就跟着跳了下去，而那条人面蛇飞起后刹不住身子，也跟着一起掉入水里。而水潭的低温让他瞬间丧失一切活动能力，慢慢沉到了潭底。苏若锦努力在水里游动着，避免水温过低陷入昏迷。萧燕初一把搂住他，用力往上游，浮出了水面。他没有一点内力，整个人已经被冻得嘴唇发紫，浑身不停颤抖。萧燕初忙脱下外衫裹住苏若锦，又捡拾枯木燃起火堆。做完一切，看着还在不停发抖的小姑娘，萧燕初把她紧紧搂入怀里。约莫过了半个时辰，苏若锦慢慢缓过来了。她看着一脸担忧的萧燕初：我知道火山岩雏在哪儿了，我还得下次水。不行！萧燕初坚决不同意。水里的温度那么低，苏若锦之前被冻成那个样子，才刚缓过来，哪能让她再下水？我没事，真的，火山岩雏在水底，我必须去。阿锦，要去也是我去，你告诉我怎么找到火山岩雏就好。你去没用，水底是八卦阵法，你解不了。乾坤守御阵，传说中的守卫大阵，这个水潭根本就是一个门。二师傅曾给他讲过这个阵法。那等我让人把水抽干了再下去。水抽干了就会引发机关，要么是引来水全淹了，要么是不有火石炸了一切，到时候不管下面是什么，我们都拿不到了。萧燕初还是不愿意苏若锦去冒这个险。萧燕初，我们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找到火山岩雏，我不想错过。我说过，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相信我好吗？我不会有事的。看着苏若锦眼里的坚定，萧燕初不再反对。我和你一起。既然苏若锦要去，那他就拼尽全力护苏若锦周全。行，你负责左边4根水乳石，我负责右边4根，一切听我指挥。萧燕初点点头，把这药吃了，能抵一会儿。苏若锦是被甜醒的。老鼠不对，是兔子也不对，兔子怎么长了对鹿耳朵？看到苏若锦醒了，小东西似是受到了惊吓，往后退了几步，瞪着大眼睛，歪着头，好奇地看着苏若锦。萧燕初，萧燕初！小东西被他突然发出的叫声吓了一跳，大尾巴一甩，飞到了一旁。阿锦，我在这儿。你怎么样？没事吧？我没事。小家伙，过来。小家伙歪了歪头，接着朝苏若锦飞了过来，然后开口叫了一声。苏若锦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样一个小东西会发出狗叫声。他叫儿鼠，传说中的神兽，据说吃了它的肉可治腹胀之病，还可以百毒不侵。根据相关记载，儿鼠早就灭绝了，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怎么知道？幼年在书中看到过，这东西很通人性，只会和心灵纯净之人待在一起。看到一直赖在苏若锦怀里左蹭蹭右蹭蹭的儿鼠，萧燕初皱皱眉走过去，拎着他的脖子提溜起来。小家伙在半空中挥动着小手，瞪着萧燕初，可又拿他没办法。苏若锦越看小家伙越觉得可爱，从萧燕初手里抢过去，抱在怀里。你这样拎他，他会不舒服的。小家伙把头紧紧靠在苏若锦怀里，看着萧燕初。萧燕初居然从他的眼里看出了挑衅，这家伙把他扔了吧，带着多麻烦。他刚才只是想看看这只儿鼠是公的还是母的，还没看清呢，就被苏若锦抢回去了。现在看他的表现也不用看，绝对是只公的。小家伙闻言冲萧燕初叫了2声。苏若锦不懂儿鼠语，但看他的小表也能猜到他的意思，这是在冲萧燕初抗议呢。他就这么小只，带着也不麻烦。小家伙，我给你取个名字吧。看你长得挺白，摸上去毛茸茸的，就叫你毛毛吧。萧燕初无语，以后孩子的名字一定不能让苏若锦来取。小家伙一听，耳朵立马耷拉了下来，显然并不喜欢这个名字。毛毛，这名字挺好，是吧？我也觉得。走吧，我们四处看看。火山岩雏，这就是火山岩雏。古书记载，火山岩雏极喜烈焰与高温，所以才会栖息在火山周围。可是围着石台的岩浆池差不多有8尺宽，他们根本够不到那些岩雏，这就等于看得到吃不到。我们坐着等等看。
看，说不定会有1、2只跳出来。好。毛毛跳下苏若锦的腿，伸出小爪子扯扯她的衣服。他好像要带我们去哪里？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吗？毛毛真的点了点头。毛毛能听懂人话？传说中灵性极高的耳鼠是能听懂人言，他这样迫切，我们不妨跟着他，看他要把我们带去哪儿。你带路。毛毛叫了2声，像是回应他，跟着毛毛走进密室。毛毛站在那片红草地前叫了起来，示意2人过去。接着毛毛用小爪子扯下一株小草塞到嘴里吃了起来，一脸满足。很快他就吃完了一株小草，又扯下一株飞到苏若锦的身边递给了他，这是让苏若锦也吃。这是什么草？弯腰正准备接过，阿杰小心！不知从哪儿扑过来的人面蛇一口咬中了他的右胸口。萧炎初发出一声闷哼，身体慢慢滑落。该死，正是那只阴魂不散的人面蛇。下一瞬就见毛毛飞了过来，一口咬在了人面蛇身上，随后毛毛就抱着人面蛇啃了起来，像是在吃什么美味。苏若锦顾不上看毛毛，抱着被咬的萧炎初红了眼眶。人面蛇的毒根本无药可解。萧炎初，你撑住，我这就给你施针解毒，你撑住，毒很快就会结了。可眼泪还是止不住的簌簌往下掉。阿健，别哭，我没事，你都把我身子砍光了，可得对我负责。好，我负责，我负责。你别说话了，省点力气。阿健，我们要是能从这里出去，答应嫁给我，做我的王妃，好吗？萧炎初眼里全是对苏若锦的眷恋、不舍和担忧，好不容易遇到，却只能陪她走到这儿。没了她，以后谁来照顾苏若锦？萧炎初，你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这么傻？你为什么要挡在我前面？你这个傻子！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阿健，你还没回答我，愿不愿意做我的王妃？愿意，我愿意。萧炎初，你听到没有？我愿意做你的王妃，你给我好好活着，活下去。我们一起出去了我就嫁给你。你不能言而无信，否则我就嫁给别人，到处说你是个大骗子，听到没？此时的他才明白，原来萧炎初早在不知不觉中占据了他的心。上天为何如此残忍？他才刚明白了自己的心，就看着萧炎初死在自己的怀里。萧炎初眼里全是光，他的阿锦果然也是喜欢他的，这就足够了。毛毛看到苏若锦在流泪，大大的眼睛里满是疑惑。看到苏若锦怀里闭着眼睛的萧炎初，似是明白了什么，他跳到了萧炎初身上，伸出粉嫩的小舌头，开始在萧炎初的伤口上舔舐起来。苏若锦猛地坐直了身子。毛毛是传说中的神兽耳鼠，耳鼠能解百毒。毛毛竟然能把人面蛇吃了，说明他根本不怕人面蛇的毒，那他是不是可以？苏若锦眼里燃起了希望。苏若锦惊奇地发现，萧炎初身上的青绿色开始往伤口的地方退了回去，就像是毒素被毛毛给吸出来了一样。待萧炎初身上的灰绿色全部消失，苏若锦明白了他的意思，接过白花碾碎敷在了萧炎初伤口之上。苏若锦紧张地搭上了他的脉搏，毒解了，人面蛇的毒解了，太好了。在等待萧炎初醒来的时间里，苏若锦有些好奇地仔细打量起这件实事。他走到石桌前，看到桌上摆着一本书。苏若锦坐下翻开书，这是600年前一位名为玄远的大师所著。玄远大师来神玉山采药时，无意掉入某个洞穴，发现了一对奄奄一息的火山岩雏。自己眼前的这对火山岩雏应是世上仅存的一对了。寻遍神玉山，才在此处找到适合的位置，引岩浆入洞，为火山岩雏创造了合适的生活环境。为了火山岩雏留了下来，后面也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耳鼠与他相伴，一人一鼠加上一对火山岩雏在这儿安了家。洞里的红草名为石萤草，吃下能饱腹。石萤草的花则有加快伤口愈合的功效。原来这只小东西已经活了至少600多年了，还与玄远大师相伴多年，难怪如此通人性。鹤岩土，鹤岩土，名与时不符，非土非岩，实乃。看完玄远大师的批注，苏若锦有些哭笑不得。谁能想到鹤岩土会是这玩意儿？本应睡着的毛毛突然叫了2声，苏若锦抬头看过去，发现萧炎初动了一下，他眼里闪过一道光，忙跑过去抱起了萧炎初。萧炎初，你醒了？阿锦，我没死。你没死，没死，是毛毛救了你。萧炎初从毛毛眼里看出了得意的眼神。谢谢。毛毛轻叫了2声，算是回应。傻丫头，哭什么？我都没事了。我这是高兴的，我扶你起来看看。突然，室外传来剧烈的蛙鸣声，我去看看。小心点。苏若锦看到石台上这上百只岩雏的中间围着一只肚皮朝天的岩雏，看样子是已经死了。这是在送葬。活的岩雏难抓，刚死的也是可以的呀。苏若锦看着飘在岩浆里的岩雏，还差一点点，就一点点。下一刻，苏若锦看准时机，用力一挑，终于把岩雏给挑出了岩浆，掉在了地上。
你怎么出来了？放心不下，为何言楚，你连命都不要了？你若死了，你觉得我还会苟活于世吗？我这不是没事吗？好了，我答应你，以后会注意。还有以后？好，没有以后，你顺气。现在不是没事了吗？火山岩杵我们也拿到了。阿锦，你的脸。苏若锦已经知道自己的脸之前离岩浆太近，被热气灼伤了。没事，我敷点药就好了。这药膏抹着真丑，下次我看看能不能给它弄成透明的。我帮你上药，不丑。阿锦不管什么样都好看。那个，要不我还是自己涂吧。别乱动，很快就好了。待抹完药膏，苏若锦只感觉自己的脸应该比之前更红了，还好有药膏掩饰。行了，现在就差褐岩土了，晚点儿也能弄到褐岩土。阿锦，你知道褐岩土是什么了？难道他也在神玉山？现在在神玉山，以后会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这褐岩土到底是什么？晚点你就知道了。那现在有了夺魂草、火山岩杵和褐岩土，就还差千年见血封侯树叶和幽梦果的花。我已经派人去找了，这2样东西应该相对好找一些。不用找了，剩下2种我有。等我们回到京城，我就可以开始替你解毒啊。我早些年和师傅外出游历的时候，无意间遇到了，就买回来当收藏，没想到现在用上了。阿锦，你真是上天派到我身边的福星。等出去了，我陪你去云起，把林老夫人接回来。不急，祖母这么些年没回云起了，让她多待一些时日。老夫人不回来，我如何下聘？你答应过我的，出去后就要嫁给我做王妃。阿锦，你会说话不算话吧？我那是权宜之计，做不得数的，你不用放在心上。阿锦，原来你说出的话不算话，把我看光了，还不愿负责。喂，你不是大楚摄政王吗？现在这副委屈巴巴、像被人抛弃的小狗模样，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先出去再说，出去再说。王爷，苏姑娘，是胡青，胡青，我们在这儿。萧炎初以内力催发声音。王爷，是王爷，我听到王爷的声音了，快挖，王爷还活着，快挖！王爷，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能听到，你们小心点儿，这下面有个山洞。王爷，苏姑娘她还好吗？她是不是在你身边？这是苏夫人的声音，她怎么会来神玉山？苏姑娘和我在一起，她也没事啊。峰哥，你听到没？苏姑娘没事，太好了，苏姑娘没事，她没事。王爷，你们闪开，我们要搬石头了。洞口萧青第一个跳了下来。胡青看到萧炎初双眼一红，跑了过来，跪倒在萧炎初的面前。王爷，属下来晚了，请王爷责罚。辛苦了。不哭，只要王爷安好，一切都值了。1个月啊，他们整整找了1个月，寻找王爷的人手不够，他就去向苏将军求助。待2人来到地面，姐儿，你没事了，太好了，你没事了。苏姑娘，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那次听说你出了事，整晚做噩梦，整宿睡不着觉，吵着要亲自来找你，我实在拗不过他，只得带他来了神玉山。苏若锦看着抱着自己痛哭的苏夫人，万分心疼。骨肉亲情真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玄妙的东西。苏夫人，我没事，一切都好，我们先出去再说好吗？好，先出去再说。锦儿，你的脸怎么了？没事的，我脸受了点伤，回到京城就能治好。一个姑娘家被毁了容，哪会没事啊？和他爸伤了苏若锦的心，反过来安慰道：对，没事，锦儿啊，你别担心，等回到京城，我去请太医院提点来替你看脸，一定给你治好。好，那就多谢苏夫人了，你别担心，我的脸会没事的。他有龙鳞草在手，怕啥？只是在洞里条件有限，他不敢贸然使用龙鳞草，生怕效果打了折扣。而且只有1株龙鳞草，直接用太浪费了。回到京城，他可以提炼一番，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景山，谢过苏姑娘救命之恩。莫公子别客气，你能和我说说是如何中毒的吗？说来也是我倒霉，我本不打算进神玉山太深的。那天寻药，突然听到婴儿啼哭，我四处寻找哭声来源时，看到路边有只全身通红的蛙，它的红似还有金光流动，我就追了上去，也不知道追了多久，那只红色的蛙停了下来，我刚想靠近它，它就朝我喷出红色的液体，我的裤子在瞬间就出现一个破洞，脚上传来剧痛，我当时就知道坏了，发出鸣笛后继续追着，脚越来越痛，它跑进一个山洞消失了，我也倒在了山洞里。苏姑娘，我看到蛙长相怪异，我腿上的伤也很奇怪，和我在书中看到的火山岩杵很像，你们找到它了？放心，找到了。那是火山岩杵吗？是。太好了，还差3种材料，想来应该也快了。不，已经齐了，你准备一下，配合我给王爷解毒。都齐了，好，我一定全力配合。王爷，你可真是福大命大，这种9死1生的情况下还能安然无恙的回来。是因为我有阿锦这个福
复兴。德行，我同情你。世子妃挑好了，我娘差不多把全京城世家姑娘的画像都在我房里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心不在此，娶个人来管着我，多无聊。我倒是想让阿锦来管着我。沈玉心想，没脸看。沈玉懒得再和这个家伙说这事儿，把门关上，就说我睡了，有事后面再说。他现在不想见萧燕初，被江太妃这么一闹，苏若锦表面平静，可心中多少有些气恼。他在神玉山明白了自己对萧燕初的心不假，可不代表离了萧燕初就不能侧妃。他连正妃都不一定愿意呢，还侧妃。那你和你家小姐说一声，本王晚点来看她。你家小姐怎么了？没有，小姐没什么事，只不过王爷，小姐从太妃那儿回来就有些不对劲，像是有点生气。知道了。奴婢见过王爷，王爷，这是太妃让奴婢拿给王爷挑选的，太妃希望王爷能明白她的苦心。萧燕初随意拿起一副卷轴打开，只一眼就明白了，看来自己的意思母妃还是没太理解。本王去找母妃谈谈，你把这个拿给你家小姐，本王明天再来看她。是王爷。萧燕初还没走出云无院，天罗就追了出来。王爷请留步，小姐有请。这东西哪儿来的？美人阁买的，阿锦喜欢。它叫什么？好像是叫什么口红，对，是叫口红。店里还有什么香皂、香水之类的。要是阿锦喜欢，我明天让胡青再去买些回来。这些东西是后世的东西，根本不应该出现在现在的大楚国。可是这东西有问题。东西是没问题，可是东西出现的时间有问题。难道除了他，这个世界还有另一个后世来的人？明天我去美人阁看看。好，我陪你去。不用，王爷公务繁忙，怎可被这点小事影响？看来阿锦这气还没消啊。阿锦，你可是在怨我？岂敢！你是摄政王，我哪敢怨你？摄政王愿意来我这小院，小女子已深感荣幸。阿锦，我不知道母妃和你说了什么，但你要相信我，我心里只有你，我的王妃只会是你，而且也只有你，王府里不会再有别的女人。萧燕初，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我承认我喜欢你，但我也不愿为了你被困在这王府的一方天地。这世界很大，大到超过你的想象。我想做的是游历四方，看遍世间风土人情，尝遍世间美食，寻找世间稀有药材，研制出更多的药方。阿锦，你又怎知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呢？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个小孩出生在大家族，因为母亲身份地位，从出生那一刻起，他就被迫与母亲分离。没有母亲照顾的孩子，谁又会在意他呢？家里的奴仆谁都可以欺负他，饿肚子更是常事。在小孩4岁那年冬天，他实在饿得受不了，溜出去找吃的，不小心掉下了湖里。要不是家中长兄刚好路过救起了他，他早已经离开这个人世了。之后有了长兄的照顾，小孩的日子才算好起来一点。8岁那年，从没关心过他的父亲突然想起了他的存在，把他送到了清月山习武。小孩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别人晨出时起来练武，他卯时出就起来，别人练10遍他就练20遍。他知道只有自己强大了，才有能力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在小孩19岁那年，听闻长兄满门被屠，小孩替长兄报了仇，杀光了他那些名义上的哥哥们。他从心底厌倦了大家族的纷争，他心底的愿望就是能离开家族，四处为家，远离一切人世间的纷争。曾经的他想着等一切安定后，就找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盖一所小院，等待生命最后一刻的到来。如今有个姑娘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他心中的小院里从此多了一个人。阿锦，你还能说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吗？阿锦，别再拒绝我好吗？你真能抛下京城的一切？这本也是我的愿望。那你的母妃小宝怎么办？母妃也曾吃了不少苦，她会理解我的。她若愿意，我可以带她一起。小宝终会长大，有属于他自己的路要走。阿锦，给我点时间，大楚不能乱，否则受苦的是大楚百姓。待我能放心交出大楚江山，我定与你遨游天下。罢了，我答应你，不过你得把这药吃了。要是你哪天违背了你所说的一切，就会毒发身亡。萧燕初拿过药，毫不犹豫就吞了下去。你就不怕我真把你给毒死啊？那哪是什么毒药啊，不过是强身健体的补药而已。死在阿锦手里，我心甘情愿。苏若锦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人前一本正经的摄政王，说起情话来连个磕巴都不带打的。阿锦，你别怪母妃，大楚北边有北厉虎视眈眈，南边的校月也不是安分的主。宫里太后和皇上把我视为眼中钉，母妃希望我能娶个母族强大的王妃，成为我的助理。当初是你带兵回来平定了京城的动乱，那当今皇上是如何登上皇位的？阿锦，我对那个位置没有兴趣，他只会让人沉迷于权力无法自拔，忽视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世间最为宝贵的东西，和行尸走肉又有何不同？当初让萧晨义登基，是因为除了我，只剩他一个合适的皇家血脉。魏太后想把魏银霜塞给我，从而掌控我的动向。阿锦，只有你加入摄政王府，才能绝了他们的心思。阿锦，你帮帮我。萧燕初再次露出可怜兮兮的样子，苏若锦白了他一眼，再说吧。阿锦，你说话不算话，明明在山洞里你就已经答应了的，出来了你就不认账了。
难道你不想对我负责了？小燕初，你好歹是个摄政王啊，撒娇是怎么回事？不过嫁给他好像也不是不行，等祖母回来再说吧。好，我们明天出发，一起去接祖母回来吧。去你个头啊！祖母才回去几天，你就要接人回来？你的毒还解不解了？小宝的病还治不治了？好吧。胡青看着自家王爷一路从云无院笑着回到了云启院，真担心王爷会笑得嘴抽筋。胡青开始准备聘礼，等祖母回来立马下聘。啊，聘礼？祖母？王爷这速度牛！小姐，云娘传来消息，那个波斯人喝多了后说美人阁的东西一直是由一个女子主导的，那个女子每次到美人阁都会戴着面纱和明梨，还会故意压着声音，她也不知道长什么样。让荣启周去盯着，务必找出这女子是谁。是，小姐。一闪一闪亮晶晶，毛毛冲我眨眼睛。姐姐，毛毛吵到了小宝的怀里。毛毛，我们去吃绿豆糕。毛毛点了点小脑袋。毛毛，我给你讲故事。小姐，小宝的病也算好了，我们是不是准备回艳阳了？不回艳阳，等王爷这边的事弄完了，我们去云起接祖母回来。毛毛，吃好了，陪小宝练会儿剑。毛毛冲他叫了声，算是回应。你怎么来了？还是吵到你了？没什么吵不吵的，我也还没睡。宫里发生什么事了？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我赐了北丽公主。苏若锦震惊了，人家北丽公主大老远跑来和亲，怎么才一个接风宴就刺了人家一剑？她得罪你了？她用剑指着我，还要我娶她。萧燕初眼巴巴地看着苏若锦，北丽公主看上萧燕初不是很正常吗？她感到怪异的是，萧燕初这语气这表情，怎么感觉像是在外受了委屈的小狗回来找人哭诉一般？不是，您是摄政王啊！从山洞开始，苏若锦就觉得萧燕初在自己面前像是换了个人一样。阿锦，你看，我就说我一天不成亲，一直会被人盯着，很烦的。要不我们先成亲吧，大不了等祖母回来，咱们再补一次仪式。感情是在这儿等着他呀。苏若锦揶揄道。萧燕初，就算成亲了，想嫁你的女人也挺多，不是还能娶侧妃、庶妃，再不济也还有侍妾呢。哎，阿锦，你这可冤枉我了，我承诺过是娶你一人。萧燕初嘴角的笑意更深了，他伸手把苏若锦揽入怀，朕想明天就把你娶回府。萧燕初，阿锦，我都叫你阿锦了，你能不能换个称呼？燕初。萧燕初应了声，静静的抱着苏若锦。阿锦，别离开我好吗？那你给我绣个香囊吧，我天天戴在身上，这样别人就知道我有主了。苏若锦是今晚第4次无语了，倒不是他不愿意给萧燕初绣香囊，而是他不会啊。那个，我不会绣花，绣出来的东西很丑。不管阿锦绣成啥样，我都戴。况且你在神域山就答应过要给我做香囊的。好吧，我试试。我的阿锦一定行的。小姐，你怎么了？没什么，你去给我找个香囊绣样，要最简单的，我给王爷绣个香囊。苏若锦知道为何今晚萧燕初会这样了，她是在害怕伴着她21年的毒，一朝要解，谁也不知道解毒后会如何，又或者能不能真的把毒给解了。萧燕初并不是怕死，她怕的是她死了之后就再也见不到苏若锦了，所以她才会来到云无院，又敢直接来找苏若锦。这样丑的东西，摄政王会戴吗？等燕罗看到摄政王把自家小姐绣的香囊挂在腰间最显眼的位置，脸上还有些小得意的时候，不由得感慨，小姐的魅力就是大。胡青也看到了，他拼命咬着下嘴唇，忍着笑意靠近燕罗。燕罗，要不你也给我绣个吧？人家摄政王和小姐可是情意相投，就差走流程了。自己和胡青啥也不是，给他绣什么香囊啊？想得美！之前还想笑自家王爷的胡青笑不出来了。你们这是干嘛？一个个沉着脸，是对我医术不放心？没有，我只是在想啊，某人中着毒呢，拽得跟个258万似的，等会儿解了毒会不会飞天啊？世子，我敬你是条汉子。以王爷这记仇的性子，等他一会儿解了毒，沈世子哪儿还能落得了个好？阿锦，我若是没记错，这些材料可以配出石灰印吧？一会儿给沈世子尝尝咸淡。你个死没良心的！苏若锦笑笑不语，他知道沈玉这是在缓解大家的紧张。一会儿我施针，你按我说的下药。水准备好了吗？已经准备好了，苏姑娘。你带人守在门外，我不出来，绝不允许放任何人进来。记住，是任何人。是。我们开始吧。燕初，你脱了衣服进去躺好，别怕。我相信你。噬魂影的毒发了，苏若锦飞速拿起银针，开始往萧燕初头顶、肩膀、胸口、背部下针。花木槿山迅速捣碎幽梦果的花瓣，放入水里。叶千年见血封侯树树叶入桶，土鹤眼土入桶，所有材料都入桶，加热。沈玉拿着扇子疯狂扇动着柴火，萧燕初只觉得自己体内像是突然生出了千万颗冰刺，冷，冰冷，极度的冷。萧燕初在那一瞬间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被冻死了。燕初，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阿锦，我没事。
木桶下燃着的火很旺，木桶里的水却越来越冷。再加火，苏若锦时刻观察着萧燕初的变化，直到他看到萧燕初的脸色已经开始慢慢由白变红，甚至越来越红，根本没有停下来的趋势。木桶里的水温也渐渐热起来了。换桶，来，把萧燕初扶到了另一个桶里。此时的萧燕初觉得身体有些发烫，他坐进冰桶里只觉得很舒服，还没舒服几息呢，萧燕初就感觉自己整个人像被架在了火堆上炙烤般。加冰块，一桶桶的冰倒入桶里，很快就融化了。毛毛直接跳上了萧燕初的胸口，大口大口吮吸着黑血，他的毛发也开始由白转灰。这是什么东西啊？别动他，他在替萧燕初吸食魂饮的毒。把萧燕初抱了出来，放在床上。穆公子，麻烦你替王爷擦洗一下身子，照顾着，我去休息一会儿。王爷没事了。谢谢你，王妃。王妃。王妃来了。穆公子，别乱叫。嗨，迟早的事儿。经过昨天一事，王妃总不能不对我们王爷负责吧？昨天他咋了？他不是替萧燕初解毒吗？怎么还扯上负责了？昨天王爷治疗没穿衣服。这穆景山怎么和萧燕初一个德行啊？他是大夫，是大夫，大夫眼里是没有性别之分的。那别人不懂，穆景山自己就是大夫，难道他也不懂吗？再说了，什么叫没穿衣服？不是还穿着一条亵裤吗？王妃请放心，有外人在，不会这么叫的。算了，随他们吧。太妃那边你们怎么说的？江太妃可一直都不知道萧燕初中了失魂饮的事儿。萧燕初昏迷着，江太妃非要来探望，不就穿帮了吗？说王爷最近需要陪同北厉使者。你也累了，去休息会儿吧，这里我守着就好。萧燕初，你说我到底要不要嫁给你呢？重活一世，苏若锦本不打算嫁人，这个时代男人3妻4妾再平常不过了，她无法接受。如今遇到了萧燕初，她愿为了自己一生一世一双人，她的真诚，她的心意，要说苏若锦一点不动容是假的，可嫁给萧燕初，夫妻自是一体的，作为摄政王妃，就意味着自己无法再躲开皇权中心的一切。罢了罢了，走一步算一步，真到那一天也没什么好怕的。床上躺着的男人嘴角有丝丝上扬。毛毛，别闹！感觉手感不太对。苏若锦猛地睁开眼睛，燕初，你醒了，恭喜你，毒都解了。不过你身子虚弱，还得休息几天。阿锦，别动，让我抱抱你。对不起，我什么也没看到。你们继续。转过身的穆景山一脸痛苦面具。阿弥陀佛，希望王爷看在身体恢复的面上，不要事后找我算账。阿弥陀佛。等等，你该吃药了。吃了药，又用了些粥。萧燕初控制不住身子，睡意再度涌上，又沉沉的睡了过去。王妃，王爷恢复的如何了？没事，他刚解毒，这段时间身子都会非常虚弱，得养上一段时日。你先看着，我有事要出趟王府。是，王妃。姐儿小心！一个转身，利剑直直刺入苏夫人的后背。母亲！苏若锦一把抱住倒下的苏夫人。姐儿，别担心，我没事。保护夫人。苏若锦，你个骚把星，离我母亲远些！你滚！你给我滚！娘，小姐，你怎么了？小姐，她现在不能乱，娘还等着她救呢。你要恨我，要和我算账，晚点再说。现在要想苏夫人活下去，就给我闭嘴。这药丸能护住她的心脉。抱起了苏夫人就往府里冲。苏姑娘，苏夫人怎么了？张管家，让人准备热水送到云无院，要快。是。来到云无院，叶罗，给我守好房门，谁也不许进来。哎，你们不能进。你明是我母亲，是我们将军府的夫人，我们为什么不能进？苏慕瑶，你想让母亲死，就继续闹。苏慕瑶瞬间闭了嘴，又懊恼自己怎么这么听苏若锦的话，她气不过。小姐，苏大夫医术高超，我们就先等等看吧。看到苏若锦走出，苏大夫，那苏将军请放心，苏夫人没事了。多谢苏大夫了。不，苏将军，苏夫人是为了替我挡箭才受的伤，该说谢的是我。你知道就好。苏云峰淡淡瞟了他一眼，苏慕瑶忙闭上了嘴，眼里全是委屈。燕罗，去熬一下药。是，小姐。苏将军，请你们再稍等一下，我替苏夫人收拾一下，你们就可以进来看她了。好，有劳苏大夫了。娘，你要好好的，你的锦儿回来了。待苏若锦再次走出来，你们可以进去了，轻一点，别吵到她。好，多谢苏大夫。苏大夫，母亲已经醒了，她想。刚好我给苏夫人送药。大哥，你怎么对她态度这么好？要不是因为她，母亲哪会受这么重的伤？你呀，又不是苏大夫抓了母亲去挡箭，这事儿哪能怪得了苏大夫？要怪只能怪那些歹人。远川，这事儿你们刑部可得出把力了。大哥放心，我自会为母亲抓出凶手。那我先回刑部了。一个艳阳来的大夫，才到京城没多久就被人盯上，非杀他不可。这个苏大夫也挺厉害的。我听闻世子已经恢复正常，已经和普通小孩无异了。大楚不能再乱了，有他在，乱不了。你先回去吧，宫里离不开你。北厉使臣还没走，注意盯着。目前看来，他们还算安分。能不安分吗？姚兰公主才来第一天就被刺伤了，她可不是仅仅为了拒婚而死。咱们这个摄政王心思深得很，有时候我都觉得看不透。锦儿来了，苏夫人，这次谢谢你，要不是你，苏大夫，我不知为何看到你，总会想起我走丢的女儿。女儿有难，为娘的哪
能见死不救。娘，锦儿，你叫我什么？娘，这是夫人的疫病又发了，逼得苏大夫又不得不装起自己的女儿，这受伤加疫病怎么办呢？可苏云峰看自家夫人好好的呀，不像疫病发的样子。爹娘，请恕女儿不孝，一直未与二老相认。苏大夫这是何意？锦儿，你真的是娘的锦儿，对不对？是的，娘，我是你的锦儿。把手伸向耳后，接下了掩盖胎记的材料，一只蝴蝶胎记赫然出现在耳后。锦儿，你是我的锦儿，锦儿，娘找你找得好苦啊！娘，别哭了，小心你的伤口。锦儿，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苏若锦简短讲述了下自己在艳阳的生活，但还是引下了天一阁暗盟的事。好你个林正山，敢这样虐待我女儿！爹，没有林正山，我可能还在慈姑院，后面会如何还不知道呢。没有他，我也不可能认识祖母和师傅们，有他们照顾，我其实过得并不差。这不，我还学了一身医术嘛。好，不愧是我苏云峰的女儿。我们这就带你母亲回去，你祖父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不得高兴成什么样子？爹，我暂时还不想公开我的身份。为何？总不能让娘白白替我受了伤。我不同意，锦儿，娘不同意你再去冒险。你有这么多哥哥，难道还护不住你吗？是啊，锦儿，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爹娘，不是我信不过爹和哥哥们，之前我在明，敌在暗，现在我会和哥哥们一起配合，诱敌出来，不就成了敌在明，我在暗了吗？就像你说的，有爹和哥哥们保护我，娘不用担心。夫人，锦儿说的对，不把背后的人揪出来，你的伤不就白受了吗？而且锦儿之后可能随时处于危险之中，我们都不放心呐。放心，我和九安他们会保护好锦儿的。也罢，那让自阳多盯着点儿。不过锦儿，你得答应娘，等抓到背后凶手，你就搬回将军府来住。姑娘家天天住在摄政王府，会被人说闲话的。还有，你今天先和娘回趟家，让你祖父哥哥们也知道这事。好。都傻了，妹妹都不认了。苏子阳率先跑了出去，紧跟着苏远川也跑了。苏九安虽然没跑，但离开的脚步也是飞快的。三兄弟这表现，弄得苏若锦一头雾水。哥哥们这是怎么了？是嫌弃他吗？可是很快三个人就回来了，每个人手里抱着一个大箱子。兄弟三人一一打开箱子，每个箱子里都装满了各种小女孩的玩具。这些东西一看就有些年代，并不是现在才收集来的。锦儿啊，这些啊都是你哥哥们从小到大为妹妹收集的礼物，就等着这一天送给你。这些小玩意儿虽然不值什么钱，但背后都寄托着哥哥们对他这个妹妹的思念。苏若锦压下鼻子涌上的酸意，锦儿谢过哥哥们。别啊，小妹快请。小妹都是一家人，不用多礼。以前是哥哥们对不起你，让你在外受苦了。现在你回来了，大哥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对，还有二哥，小妹你要啥尽管说，四哥这就去给你弄来。哎呀，你们这些皮猴！苏若锦眼里微热，这就是有亲人的感觉。苏慕瑶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缓过神来，她曾是家里不受宠的庶女，只因有几分像丢失的苏小姐，被将军府过继成为了将军府小姐，安慰苏夫人痛失爱女的心。这些年在将军府里，苏家每个人对她都挺好，苏家仆人也把她当成真正的苏家小姐看待。可在苏慕瑶心底最深处一直藏着一丝恐惧，她害怕等真正的将军府小姐回来后，自己这个替代品将被抛弃，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可她陪在苏夫人身边这么多年，早把苏夫人当成自己的母亲。瑶瑶过来，瑶瑶，你比锦儿小2个月，以后啊你就叫锦儿姐姐。锦儿是苏府的大小姐，你就是苏府的二小姐了。苏府二小姐，母亲的意思是让她继续留在苏府，不赶她回去吗？至于是大小姐还是二小姐，苏慕瑶根本不在意，只要能留在母亲身边就好了。她眼里闪过一丝激动，看向苏若锦的眼神也多了些善意。她微微朝苏若锦行礼：“慕瑶见过姐姐。”不讨厌我了？苏若锦笑着说道。苏慕瑶小脸有些微红：“对不起，姐姐，我不是故意的。”我和你开玩笑的，我自是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只不过是在意母亲罢了。哈，姐姐不怪我。我怪你干嘛？为人子女，自当以父母身体为优先考虑。我要谢谢你这些年代替我在母亲身边照顾她。面对这样的苏若锦，苏慕瑶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觉得有个姐姐好像也挺好的。回来了，苏夫人如何了？没事了，和你上次比起来，这次救治及时，毒素还没来得及扩散就轻了，恢复起来也会快些。中毒到底是怎么回事？苏若锦把今天去探查魏学成的庄子，发现林婉清是幕后之手，倒有人想刺杀自己，苏夫人替自己挡了剑，都和萧炎初说了。所以我不过是睡了一觉，你就弄出这么些事，你就不能等我伤好了再去查吗？你喝了药不是得睡好一会儿吗？我也没事，就随便出去走走了。哦，随便走走就能查到京郊魏学成的庄子，阿姐，你可真
真厉害呀！萧燕初有些揶揄道：“要说这是碰巧，他才不信呢。”那个，其实是我花钱找暗盟的人替我打听的。他这话也不算假话，荣启州是暗盟的人，月银是他这个盟主发的，四舍五入也算他花钱找暗盟里的人替他打听消息了。你居然知道暗盟的联系方式？在艳阳的时候，蔡凡州曾想找暗盟的人杀我，后面被我知道了，我就从他相好那儿得到了暗盟的联系方式，当然用了一点手段。苏若锦表情认真，真正的高手说假话就得是3分假7分真。你呀，怎么都没和我说过这事？都过去了，有什么好说的？我又没什么事，这蔡凡州都被流放了，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知道。对了，苏夫人剑上的毒和你中的一样，实心散。这个毒虽说也不是什么稀奇的毒，但也不是寻常人能弄到的。你是说我和苏夫人中的毒有可能来自同一伙人？不好说。上次那伙人，你这边查到线索了吗？没有，那次失手后，那些人就好像消失了一般，再没出过手，很是奇怪。我开始还以为是魏太后动的手，可后面我去试探过她的反应，不像。苏若锦转了个话题那个萧燕初，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你可别吃惊啊，还得答应暂时替我保密。什么事？我找到我亲生父母了。今天找到的，他们是京城人士。若阿锦的父母是京城人士，那他是不是可以不用等祖母回来就可以下聘了？明天就让胡青去找钦天监监正算个好日子下聘。你也认识他们？这话一出，萧燕初更是好奇了，他居然认识阿锦的父母。就是苏大将军，苏云峰是我爹，许金英是我娘。萧燕初沉默了，所以阿锦是苏大将军府寻找了多年的大小姐，所以自己母妃嫌弃苏若锦出身低，根本就是个笑话。喂，萧燕初，你傻了？那我明天可以去将军府提亲吗？想什么呢？我已经和爹娘都说好了，暂时不公开我的身份，先把背后的大鱼给钓出来。我娘可说了，让我离你远一点，等事情结束了就把我接回将军府。你现在要赶到将军府提亲，估计我爹和哥哥们会把你打出来。萧燕初沉默了，别的人他或许能打过，苏大将军再加上他家里的5个儿子，萧燕初觉得自己娶妻之路好像又难了一些。苏若锦，怎么会是你？怎么见到我，林小姐很奇怪？苏若锦，你个小偷啊，居然派人来偷我的配方！你可知美人阁背后的东家可是定国公的2公子？你偷配方就等于得罪了定国公府，这后果可不是你能承担的。苏若锦，我劝你识相，别想用这个配方做什么，否则我可不敢保证你还能平安回到艳阳。林小姐，你凭什么认定这配方是我偷的？怎么，你想说这个配方是你研制出来的？整个大楚不应该说整个九州，除了我，不可能还有别人知道。苏若锦一个古人，怎么可能懂这些后世的东西？林婉清，这世上有很多事都是你想象不到的。有句话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又如何确定除了你，别人就不会这个配方呢？因为反正这世上除了我，别人不可能研制得出来，你就是偷的。林婉清，我今天来只想告诫你，有些东西要适可而止。每个世界的前进与发展都有属于它的规律，若有人强行推动，扰乱世界运行规则，有可能毁了这个世界，也毁了你自己。你只是做些口红、香水、香皂这些东西赚点钱也就罢了，但也仅止于此。你若敢逆时代而行事，弄出些这个时代不该出现害人的东西，别怪我翻脸无情。你能存活在大楚是机缘，做人要懂惜缘，掌握好分寸。我言尽于此，你好自保重。苏若锦，你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苏若锦，你就不怕我现在就叫人杀了你？苏若锦到底知道了什么？又或者他同自己一样是穿越而来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穿越者？但若他真是穿越者，知道这些配方也不足为奇。杀我？林婉清，你觉得我会蠢到没有任何防备就进来？你可以试试看，是你叫来的人先杀了我，还是我先把你毒死，或者把这庄子里的人都毒死？林婉清不敢动了，他知道苏若锦说得出就一定做得到，他不敢赌。小姐，苏若锦说的什么呀？奴婢怎么听不懂？这苏若锦到底是不是穿越者？苏若锦啊，苏若锦，你这是怕我先用上了后世的知识超越你啊？既然这样怕，那你就可以去死了。这世界不需要这么多穿越者。虎牙，你扯下来的？应是萧燕初与对方打斗时从对方身上扯下来的。是虎牙，整个九州只有北立国会与虎牙做令牌，上面刻着萧字，那就只有一人，北立的萧永王费墨龙。2年前我曾与费墨龙交过手，刚才对上时，我就觉得对方的出招有些眼熟。如果是费墨龙，那一切就说得通了。所以费墨龙要杀我，是因为摇篮公主？对不起阿锦，是我连累了你。与你无关。费墨龙是摇篮公主的表哥，一直喜欢摇篮公主，曾多次向北立王求娶，均被拒绝。对了，北立
是何时决定把姚兰公主送过来和亲的？从时间来算的话，应在我上次在艳阳被刺之前。萧燕初在艳阳被刺，应是费慕龙的手笔。那他这一次是受姚兰公主的指令来杀我的？苏若锦实在理解不了舔狗的思维，之前杀萧燕初是为了清除情敌，怎么等姚兰来了京城后，就转而要杀自己了？不排除有这种可能，也有可能是费慕龙想讨姚兰的欢心，自己动的手。继续找，费慕龙受了伤，不可能就这样逃回北里。是王爷。苏姑娘，多日不见，甚是想念啊。魏公子，我们不熟，请让开。苏姑娘，你既然都认识我了，怎么会不熟呢？再说一回生二回熟嘛。魏某请苏姑娘到御花楼坐坐，不知姑娘意下如何？让开。苏姑娘，我奉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觉得摄政王会为了你这个小小大夫得罪定国公府吗？魏学成，你好大的胆子！魏学成，再让我看到你当街调戏女子，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孙子，你这个打我，给我等着！慧门忙上前扶起魏学成，匆匆离开了。苏若锦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二哥真帅。小妹，你没事吧？谢谢二哥，我没事。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想去看看母亲。刚好顺路，我送你去啊。那就多谢二哥了。二哥，我就先进去了，有时间再与二哥畅谈。苏若锦想着，等什么时候回趟艳阳，怎样磨二师傅，打把剑送给二哥。锦儿啊，既然人已经抓到，世子身体也好了，你也早点回来将军府吧。我和你爹算过日子了，后天就是个好日子，后天你就正式回将军府，如何？好，娘，我后天就回将军府。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就让人去准备下请柬，我要风风光光迎我的锦儿回将军府。阿锦，是不是母妃又对你说什么了？你别担心，我这就去和母妃说。萧燕初转身叫进倚兰院，被苏若锦一把拉住了。阿锦，这是母妃的手镯。母妃可是说过，这个手镯是要给自己未来王妃的，怎么会戴在阿锦的手上？太妃送我的。你接受了？萧燕初有些激动，苏若锦白了他一眼。怎么，你还要我退回去？萧燕初一把把苏若锦抱了起来。不对，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意味着母妃接受了苏若锦做自己的王妃，不用再委屈阿锦了。而阿锦愿意接受母妃的手镯，自然也是同意嫁给自己了。你快把我放下来，让人看了笑话。这是王府，谁敢笑话我？说归说，他还是把人给放下了。走，我带你去个地方。萧燕初带着苏若锦共骑一马飞奔出了京城。巡逻的苏子阳刚好看到，手握成了拳。这个萧燕初大晚上的带自家妹妹出城，是想干嘛呀？备马。阿锦，以前当我心情烦躁的时候，就会来这看看，心就会慢慢静下来。大处安宁，我一心结。我只想这一片安宁能永远持续下去，没有纷争与战火。苏若锦愿意陪他一起守护大楚，守护大楚的百姓。你为何没告诉太妃我的真实身份？因为我想母妃真正认可的是你这个人，而非你的出身。我希望你和母妃能真正成为一家人。母妃她只是太在意我了，并非故意针对你的。阿锦，我懂。阿锦，把眼睛闭上。苏若锦情不自禁听话的闭上了眼。萧燕初，你放开我妹妹！苏若锦像是被吓到的小兔子，猛地一把推开了萧燕初，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晕。萧燕初气得握紧了拳头，这个扫兴的家伙。苏子阳上来就朝萧燕初一拳打了过来，萧燕初一个闪身避开，回了一拳，两人一来一回打了起来。苏若锦也没叫停，乐得在一旁看热闹。他自然看得出来，两人都憋着一股气，但都没下死手，只不过是切磋一下而已。最后是以苏子阳胜了半招而告终。萧燕初，你也不行嘛！啊，那是肯定不如二哥你。我呸！谁是你二哥？萧燕初也不和他争辩，有这个家伙在，今晚的约会只能是泡汤了。阿锦，我们回去吧。小妹，和我一起回去。孤男寡女的共骑一马，像什么话？苏若锦乖巧的点点头，好，冲萧燕初调皮一笑，和苏子阳上了马。得快点把阿锦娶回来，就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他吐出一口鲜血，整个人就这样晕倒了。晕倒前，他只模糊的看到苏夫人惊慌失措的表情。小姐，你醒了。小姐，你感觉如何？燕楼，那真了。短短几个字，苏若锦感觉花光了自己全身的力气。苏若锦拿起针往几个穴位上扎去，勉强缓解了疼痛。吴提点，小女这是怎么了？苏夫人，苏小姐这病很是蹊跷，脉象平稳，根本就不像得病之人，老夫也拿不准。到底怎么回事？敢问苏小姐，这针是谁替你扎的？这针是我家小姐自己扎的。哦，苏小姐这几针的位置很是精妙，能迅速缓解疼痛。无提点，苏小姐会不会是中毒了？不是中毒，中毒之人脉象必会紊乱。苏小姐这脉象肯定没中毒。吴提点告辞，回太医院翻找医书，想看看有没有类似的病例记载。苏云峰也来了。女儿感觉如何？爹，不用担心，我感觉好多了，胸口也不疼了。哦，那就好。
那就好。阿锦，你可知这是何病？我诊过脉，和吴提点说的一样，从脉象上看，我一切正常，根本没病，也没中毒。毛毛，我这里不舒服，但不知道生什么病了。毛毛似是听懂了，跳到苏若锦的胸口。毛毛眼睛半眯着，小爪子紧紧抓着苏若锦的胸口，小耳朵一动一动的。毛毛突然跳了起来，用小爪子指着苏若锦的胸口，汪汪汪的叫个不停。毛毛这一跳，让苏若锦的心脏又是一疼，忍不住痛哭出声。你是说我胸口有问题？毛毛跳了下来，在地板上画了歪歪扭扭的一根线，指着自己画的这个东西开始叫。毛毛，你是说我胸口里有虫子？毛毛冲着苏若锦点了点头，以他的医学常识判断，心脏要是有虫子，一般是感染寄生虫，可他从不乱吃生食，根本没机会感染寄生虫。就算是感染了寄生虫，也会伴有心肌炎、心内膜炎的症状，诊脉也能诊出来，可他根本没有这些症状。毛毛是神兽，不会骗自己，他说有虫就一定有虫。问题就是这到底是个什么虫？这个疼痛还有间歇性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虫不可能。什么不可能？你倒是快说呀！我记得我师傅曾说过，笑月有一种蛊师，可以用秘法给人下蛊。中蛊之人从脉象上看与常人无异，只不过会根据不同的蛊术产生不同的反应。蛊师下蛊如何破解？蛊术一脉从来都是口口相传，施蛊的方法除了蛊师，外人无从知晓，只有蛊师一脉的人能解。若是胡乱结引起蛊虫暴动，宿主也会暴体而亡。本王这就让人去找，把京城掘地3尺，也要把下蛊之人给找出来。阿锦，你等我，我不会让你有事的。等等，燕珠，对方既然敢对我下蛊，肯定是笃定我们找不到他。穆景山，我还有多长时间？每个蛊术都不一样，只有下蛊之人才知道。燕初，派人去艳阳，把我大师傅接过来。大师傅只有见到这块牌子，才会相信你派去的人。胡青，速去速回。是，王爷。阿锦，你大师傅会解蛊术？大师傅不会，不过我听他提过，他曾到过笑月，似与一位笑月的蛊师相识。哎呀，大哥，你快说呀！小锦儿这病怎么了？我确实有个旧友懂蛊术，可以多年未联系，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可还能联系上？哎呀，能是能啊，但我也不知他会不会看我的信。就算他看到我的信，从萧月赶来大楚，最快也得1个月有呀。萧锦儿的身子还不一定能撑到那个时候。那可怎么办呢？事关小锦儿的性命，无论如何我们也得试试。我现在就去联系他。叶寻之转身就写了个纸条，把他绑在信哥脚上，随信而去的还有一个很小的黑黑的东西。第5天，信哥回来了，叶寻之紧张地打开了信哥腿上的纸条。怎么了？只见纸条上写着：此蛊名为噬心蛊，蛊虫入体后会啃噬宿主的心脏，越狱后中蛊者必死。解蛊药方如下：以施蛊者心头血引出蛊虫，寻找以下草药逼出蛊虫，此生不再相见。大哥，这不是有解蛊的方法，不是挺好的吗？其他药材都好说，可最关键的一味卓蝇草根本无人知它在哪儿，要去何处寻呢？难道连你也不知道？别说我了，我的师傅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我也只在古书中见过他的名字，想必早已绝迹了。大师傅，哎呀，小锦儿，是不是心口又疼了？师傅这就给你止疼啊。师傅，现在不是蛊虫活动时间。大师傅，我知道哪里有卓蝇草。小锦儿，快告诉师傅卓蝇草在哪儿，为师这就去取来。苏若锦让耶罗拿出那本神鱼草药注解，递给了叶寻之。叶寻之忙打开翻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神鱼山有卓蝇草，我现在就出发。大哥，我也去。等等，大师傅、二师傅，还是我去吧。阿锦现在身体这个样子，身边缺不了照顾的人，更何况大师傅也需要先配齐其他药草，等我找回卓蝇草后就能马上救治。确实如此。大哥，你离开了，小锦儿怎么办？那你和二弟一起同去，也有个照应。好。别急，二师傅，陆远木娘。哎呦，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哎呀，从京城到神鱼路程太远，就算我们能拿到卓蝇草，小锦儿也不一定能撑到我们回来啊！对，木鸟，你们先回艳阳。走，先去艳阳。阿锦，你坚持住，我定会拿到卓蝇草。阿锦，我回来了，我找到卓蝇草了。阿锦，一定要撑住，阿锦，不能没有你。快把他扶起来！我来。含一口在嘴里，朝苏若锦双唇喂去。所幸这次他咽下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一碗药终于喂完了，大家紧张地盯着苏若锦的反应。苏若锦一口鲜血吐了出来。小姐，你们看！哎呀，蛊虫出来了！真丑！他的阿锦回来了，他的阿锦不会死了。下一秒，萧燕初一头栽倒在苏若锦的床上，整个人昏了过去。
没事啊，他只是过度疲劳，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叶寻之又替苏若锦把了脉。哎呀，姑解了，不过心脏多少有些受损，得养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了。他怎么伤得这么重？这小子为了小锦儿真是不要命了。他是撑着一口气回到京城的，看到小姐儿好了，他的气散了，人也垮了。不过呀，这样的人才配得上我们小姐儿。患难之时见真情，若是萧燕初能挺过来，他也算是因祸得福了，过了4位师傅这一关了。大哥，人就交给你了啊！王爷和未来王妃怎就如此多灾多难？找个药被困山中，好不容易王爷解毒了，未来王妃又中了蛊术解了，王爷又受伤昏迷，难道真应了那句好事多磨吗？燕初，这是何必为了我如此？晚2天我也不会有事的，千难万难我们都已经挺过来了，这次你也一定不会有事。你看我都带上了母妃给我的手镯，等祖母回来我们就成亲可好？小燕初，你快点醒来，我还等着你来将军府下聘娶我呢。你放心，我会去找哥哥们，让他们在迎亲那天别太为难你。我现在可是将军府嫡女，你再不醒过来，你信不信马上就会有很多人来将军府求娶？你就不怕我被别人抢走了吗？燕初，快点醒来，我们可说好了看遍世间风情，我们的世外小院还没盖好呢。他敢肯定刚才萧燕初的手指动了，可现在萧燕初却没了任何动静。燕初，你听得到我说话对吧？你快点醒过来，等你醒了我们就去云奇接祖母回来，好不好？萧燕初食指又轻轻动了一下，这次苏若锦看得真切，萧燕初醒了。燕初，阿锦，你等我，阿锦，你醒了。太妃，这次多亏摄政王救了小女一命，摄政王的大恩，苏府上下铭记于心。苏夫人，这是楚儿应该做的。他身为男子，若不能护住苏大小姐，算什么好男儿？人救回来了，安置在我清教的庄子里，阿锦可要去看看。现在就去。你是谁？我在哪儿？你差点死了，是我们把你从棺椁里偷出来的。我死了？是的，皇后娘娘，我身上这身素服还是为你而穿的。满京城现在都挂着白灯笼，吃吧。这是什么？清逸丹，你中了千梦诀，这是解药。千梦诀是什么？千梦诀，人吃后会陷入无休止的梦境中，停止呼吸，看上去如同死人般。至于你什么时候能重新醒来，就得看你的体质了。体质越好的人，醒过来就越晚。徐婉莹慢慢拼凑出一切，脸色骤然变白。你是说他们给我吃了千梦诀，要把我直接活埋了？可以这么说，吃了千梦诀的人身体机能消耗会降到最低，大多数会在10天后醒来。不过娘娘你位高权重，口中还含着千年人参，你醒来的时间会比别人晚一些。有人要他死，还是要让他在棺椁里活活憋死？徐婉莹一把拿过苏若锦手里的药丸吞了下去。不知姑娘是何人？皇家送葬一对可不是那么好结的，又为何要救我？我是苏若锦，至于为何要救你，不过是不想看到一个无辜的人枉死罢了。原来你就是苏将军家走失的嫡女，也是让小世子恢复正常的那位女大夫。婉莹谢过苏小姐救命之恩。苏若锦忙扶起她。皇后娘娘快起来，虽然毒已解，但你身子还很虚弱，需卧床休息。苏小姐，我已经不是什么皇后娘娘，若你不嫌弃，可换我婉莹。她内心抗拒这个皇后之位，很少以本宫自称，现在发生这样的事，她更不会把自己当皇后来看了。婉莹，你接下来有何打算？可要回丞相府？我可以安排你偷偷回去。现在要是回丞相府，那就等于是害了爹娘和整个丞相府。她坚定地摇摇头，不，我不回去。那你打算去哪儿？我想去。你想去哪儿？我可以让人送你去，借你1000两，但你要还。谢谢你，若姐，谢谢你，我一定还你。我想去江南，哥哥曾带我去过一次，我喜欢江南的水乡，我会做茶点，我去那边开个茶点铺子。高高在上的皇后娘娘变成了茶点铺子老板，这样的落差在普通人眼里是失败，是挫折，可苏若锦从徐婉莹的眼里看到的全是希望与期待。看来她真是不愿做这个皇后娘娘。你知道是谁动的手？不是魏太后就是纯妃。魏太后好端端的，为何要对你动手？纯妃就算杀了你，她出身北厉，也做不上皇后之位。这个我也想不通。萧燕初沉默片刻，突然眼神直勾勾的看着苏若锦。你干嘛这样看着我？若我没猜错，阿锦，你就是徐小姐必死的原因。啊，该来的还是躲不掉啊。
回了将军府，苏若锦就得一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比如自己被皇家盯上，祖父是老将军，父亲是大将军，母亲是一品诰命夫人，大哥是太子太傅，二哥是禁军统领，三哥是平南将军，四哥是刑部侍郎，前途无量，五个经商有道，已成为人们口中的大厨首富。五个哥哥哪个单拿出来不是人中龙凤？放眼大楚，还有谁比苏若锦更适合皇后这个位置呢？再联想到母亲不久前说过苏家女绝不为妾，苏若锦也就想通了。这样一想，下毒之人就只可能是魏太后了。婉莹，是我连累了你。不，若锦，这事和你没关系啊，怎么成了你连累了我？苏若锦也不愿瞒着他，把真相说了。若锦，你错了，你不是连累了我，你是救了我。就算没有你，以后也会有张若锦、王若锦。一旦有比我有价值的人出现，魏太后也绝不会让我活下去。若锦，嫁入皇宫并非我愿，那里对我来说更像牢笼。哪怕这次太后没有对我下手，在宫里我也活不了几年。是你给了我重生的机会，谢谢你，若锦。看来你没救错人。阿锦，待皇后丧期过了，我就来将军府下聘。好，我后天就出发去云骑。我和你一起去。你不能去，大楚皇后刚死，朝中暗潮汹涌的，你得留下来。可我担心你。放心吧，祖母好歹是云骑首富的妹妹，我到了云骑，舅祖父和祖母定会护我周全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就派2个暗卫给我好了。2个怎么够？我给你派10个暗卫。臣父见过王爷。苏夫人不必见外。王爷请坐。邓嬷嬷上茶。王爷，府里没什么好茶，还望王爷见谅。萧衍初端起茶喝了一口。500年树龄普洱，茶香四溢，回甘醇厚。苏夫人是懂茶之人。王爷谬赞了。哦，臣父今天请王爷过来，其中原因想必王爷也能猜到一二。夫人可是为了阿锦？不错，王爷也知我苏家寻了锦儿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她才回到我身边，自不愿她再受一点委屈。这些年啊，锦儿说自己过得不苦，可一个姑娘家从小没有父母陪在身边，又怎可能过得不苦？王爷，臣父也直说了，明眼人都能看出你对锦儿有情，王爷的人品，臣父也自是信得过的。尤其这次锦儿中蛊，王爷不顾性命之忧，替锦儿寻来了卓影草，足可见王爷对锦儿的心意。王爷应知，我们苏家男儿不纳妾，女儿自也不会嫁人为妾。臣父宁愿锦儿嫁的是普通人，也不愿有人与她分享夫君。我们苏府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只愿自己的孩子一生幸福。可以王爷的身份，自不可能只有一妻。与其让锦儿以后与别的女子争抢夫婿而伤心难过，臣父宁愿她现在早点醒悟，断了与王爷的情谊。所以，请王爷今后能离我们锦儿远一些。摄政王府门槛太高，我们苏府攀不起，还请王爷见谅。阿锦有这样一位母亲，真好。苏夫人，我对阿锦的心日月可见，此生不改。说不能娶阿锦为妻，那我宁可一生不娶。苏夫人，请你放心，我萧衍初在此立誓，一生只娶苏若锦一人为妻，绝不纳妾。哦，你说的可是真的？若为此事，天打雷劈。好，那就请摄政王记得今天的誓言，若有违背，我苏云峰绝不会放过你。请苏将军、苏夫人放心，萧衍初此生永不负阿锦。待皇后丧期一过，我同母妃定当上门下聘，还望苏将军、苏夫人应允。娘，你怎么来了？锦儿啊，娘来问问你，你对萧衍初到底如何想的？你可愿嫁入摄政王府？娘，你不喜欢萧衍初吗？你个傻孩子，娘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娘只在意你喜不喜欢。萧衍初人品是没问题，府里也没什么乱七八糟的人，他也向爹娘许诺，只娶你一人为妻。但你若不愿嫁，那娘就拒了他，绝不会让你受委屈。娘，萧衍初与女儿共患难过很多次，对女儿也很好。好，既然锦儿也愿意，那娘就放心了。娘，锦儿啊，是娘对不起你，让你在外吃了这么多苦。如今你也长大了，你放心，娘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出嫁。只是你才刚回来就要出嫁，娘有些舍不得。娘，那女儿不嫁了，在家陪着娘。哎呀，傻孩子，说什么傻话？只要你过得幸福，娘也就放心了。娘，我会的。陆管家，外面有一个姑娘拿着赵家的令牌要见老夫人。你说什么？门口偶有个姑娘要见老夫人。她有说叫什么名字吗？有，说是叫苏若锦。苏若锦，二公子，苏若锦来了，给老子滚！没听到老子正忙呢吗？二公子，来嘛！小美人别急，我这就喂饱你。卢管家急得原地踱步，可又不敢再开口，惹怒了二公子，后果不是他能承担的。你说谁来了？苏若锦，老夫人在大楚认的孙女。二公子。
滚！你说那个老不死的在大楚的孙女来了？是的，二公子，他手里拿着赵家的令牌，做不得假。原来老不死的把令牌给了他呀，害得我找了这么久，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走，陪我去迎接这位苏小姐。好的，二公子，你就是姑祖母常提起的锦表妹。你是？这个赵廷松脸色发黄无血色，眼带黑沉，一看就是纵欲过度的样子。哦，锦表妹还没见过我，我是赵家二公子赵廷松。锦表妹来云旗，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去接你啊！一路辛苦，快里面请。二公子，能否先带我去看看祖母？锦表妹，想必你也看到我们府门口排的长队了吧？不瞒你说，祖父和姑祖母不知为何突然得了急症，一个昏迷不醒，一个似得了呆症，不言不语。我专门托人去请了宫里的太医替两老看过病，太医说他们到山清水秀之地休养，有利于身子恢复，所以祖父和姑祖母现在都在云泉山庄休养。从云城到云泉山庄至少要走半天的路，现在过去夜色也晚了，锦表妹不如先在府里歇歇，明天一早我们一起过去。不麻烦二公子了，我担心祖母，可自行前去，先告辞了。这个苏若锦敢给他甩脸色，走去三皇子府。小妹，你怎么看？还没见到祖母，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只不过这赵廷松自己祖父昏迷，他眼里却没有一丝担忧。小妹小心！马车外似有人中箭，发出痛哼声。保护公子小姐！只要钱财，一个活口不留。很快，双方厮杀在了一起。小妹，你在车上别下来。见势不对，撤！苏家护卫哪会放过他们？最后只留了一个活口。说，谁派你们来的？好汉饶命！我只是附近村民，生活所迫，才想抢点钱财，没想过杀人。求好汉饶我一命！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3岁小儿，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做这勾当了。村民？原来云旗村民平时是用剑耕地的呀！秒杀要剐，悉听尊便，我什么也不知道。虎哥，不用问了，我知道他们是谁派来的了。男子还没反应过来，脖子上已经出现了一条血痕。小妹，你没事吧？虎哥，我没事，让马车快一些，我担心祖母。这些人定是赵廷松派来的。马车走远，赵廷松从远处的树后出来。他原本想着等苏若锦被抓或者被杀后，第一时间拿到玉佩，怎么也没想到三皇子派给他的10多名侍卫，居然就这样被解决了。可他要怎么向三皇子交代呀？这个苏若锦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何他的护卫能轻易就灭了三皇子派出的人？小妹，我们这儿怎么了？我们中了八卦幻影阵。小妹，你懂易经八卦阵法？略懂一二，二师傅曾教过我一些。小妹啊，你还有啥是五哥不知道的？一并告诉五哥算了。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一会儿你们都跟着我，别乱跑。朱公子，他们进来了。哦，居然有人能破了我的阵法。朱公子，三皇子可交代过，不得让外人进云泉山庄啊。这后山却把人给我带到正厅。是，苏小姐，管家有请。苏若锦挑挑眉，这就有意思了。他之前可没告诉过这位嬷嬷自己姓苏，看来早有人在等着他们了。不知贵客大驾光临，朱某有失远迎。朱管家，我祖母在哪儿？我要见她。哦，老夫人刚喝下了药，睡下。苏小姐远道而来也累了，不如先喝杯茶休息一会儿，待老夫人醒了再去看望也不迟。朱管家，你不带我去，我也可以自己找。苏小姐真是挂念老夫人呐。曹嬷嬷带苏小姐去老夫人房间。是，苏小姐这边请。祖母，你到底怎么了？只不过一段时间没见，祖母就患上了呆症。苏若锦根本就不相信祖母真是被什么恶鬼给吓到了。这世间有时候人心比恶鬼还要恐怖。祖母，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醒过来的。嬷嬷，我是大夫，我要把祖母带走。苏小姐，这可不行，老夫人是赵府的人，怎可随意带走？你做不了主，把能做主的人叫来。苏小姐，整个云城再没有什么地方比云泉山庄更适合老夫人养病。如若苏小姐不放心，也可以一同留在云泉山庄照顾老夫人。山庄里一切药材一应俱全，你看如何？好，我留下来。小妹，我和你一起留下。山庄房间多的是，苏公子和诸位要留下都可以，一切悉听尊便。哦，对了，想必诸位进庄时在门口遇到了八卦幻影阵，那是山庄用来防御外敌的，但凡闯入山庄者都会触发阵法，并非针对各位，请见谅。朱某这就安排人去给各位收拾房间。苏小姐，若是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吩咐曹某，我就不打扰。待人都走后，小妹，你不觉得奇怪吗？整个云泉山庄都透着古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五哥，我们小心一点。